我叫贺平阳，前脚和相处多年的女友分手，后脚就被公司辞退，理由竟然是没回领导在企鹅群里的通知。我一怒之下将父母留给我的房子卖掉，准备2年去环游世界，顺便叫上最好的兄弟杨凯去喝酒，顺便道个别。得知好兄弟的崩溃，杨凯自然是极力安慰的，还拿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小本。看这个，什么玩意？这是我的终极目标。等我赚到了足够多的钱，这里面就是我的人生。我把我毕生想做的事一件一件写在这上头了，我全给他干了，绝不等待。你小子一天到晚想法倒是不少，这还是晚上，你等白天再做白日梦。谁知道哪天走大街上让车撞大，有钱了就是造。什么嘎不嘎的，别他妈胡说八道的，赶紧喝，你养鱼呢。哈哈，没事，我要是真答了，作为儿子的你就该继承我的意志，替我完成这些遗愿。你还使唤上你爹啊？平阳，谢谢你能来。你是凯凯最好的朋友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和他多聊聊天，医生说对他有好处。贺平阳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好兄弟，内心百感交集。这好端端的怎么就植物人了？前天还在一起喝酒的。对了，这是我从凯凯桌子上找到的笔记本，我看了2眼也看不懂。贺平阳脸色一白，不动声色的快速伸手接过笔记本，生怕被林怡知道里面的内容。这是之前公司的一些创意，林怡，我替他收着吧。这也到饭点了，您快去吃饭吧，我跟凯子说点悄悄话。麻烦你了，平阳。狗东西，赶紧醒过来，听见没有？不然我环游世界发照片给谁看？贺平阳抱着手里的笔记本，长长呼了一口气。笔记本封面写着4个大字：只是可惜我也没有钱，不然的话，我或许可以帮你完成你的愿望。你小子玩的是真特么花呀！这哪是什么有钱之后计划书啊？这不妥妥的变态的白日梦全集嘛！这要是林怡知道里面是啥，估计都得把他氧气管拔了，再练个小号。傍晚，贺平阳拿着笔记回了出租屋。兄弟病重的打击加上精神疲劳，让贺平阳很快便睡了过去。再醒来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，肚子咕咕叫了起来。平时他都是自己做饭吃，但今天却一点也不想动。算了，今天点个外卖吧，奢侈一下。只是在手机上划了几笔，然后贺平阳身体如同充气般坐直了起来，瞳孔急速放大。猪脚饭26丝一份，鱼头泡饼68丝一份，这什么奇葩的计价单位？贺平阳打开了某宝和某东，刷着刷着，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些东西之前分别是188、3588元吧。此时手机弹出的新闻标题彻底让贺平阳懵了。恭喜华夏首富身价突破32万，晋升福布斯排行榜第16位。啥玩意？32万就上福布斯了？贺平阳冲向墙角的皮箱，上前掀开，里面是自己卖房的72万现金。他之所以把钱取出来，原因很简单，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想看看，然后抱着数字。而此刻贺平阳有一个荒唐的想法，就是全世界的物价都贬值了100万倍，除了自己的钱。我操！要真是我想的这样，我这72万现金算什么？骇然过后，贺平阳把钱藏进了衣柜，快速穿好衣服冲到了楼下。这个荒唐的想法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。百悦啤酒今日促销，20丝一箱，榴莲89丝一个。就在贺平阳震惊这一切时，迎面走来一位房产中介。哥，看房嘛，北2环紧邻植物园精品别墅，城市绿肺，感受新鲜空气，了解一下嘛。哥，一张精致传单塞到贺平阳手上，贺平阳看了一眼价格，300平上下2层的带院双拼别墅，价格是6块钱，6块钱，在1天前买鸡蛋灌饼都只能放1个鸡蛋。我操，全对了，一套别墅才6块钱。贺平阳转头就往出租屋跑去。哥，别跑啊，哥，加个企鹅啊，哥，你跑得真快啊，哥。回到家，反锁好房门，贺平阳第一时间抽出皮箱，再次确定自己的72万现金，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傻笑了起来。72万的100万倍是多少来着？如果贺平阳是高中生，那他肯定会算，可惜他不是，只能无奈拿出计算器。多少个10、百、千、万？我操，7200亿！呢喃了几遍这个数字，贺平阳从床上拿过了杨凯的笔记本，翻开第1页，看向第1条。兄弟，你的梦我先帮你圆着，醒不过来你就自己上天堂。你要是能醒过来，老子给你造个天堂。第2天一大早，贺平阳便站在了售楼处门口，接待贺平阳的正是昨天给他发传单的热情小伙。昨天贺平阳半夜给他打个电话说要看房，这小子差点来他楼下蹲。来了啊，哥，走，我带你去里面做哥。贺平阳深吸一口气，摸了摸兜里的300多块钱零钱，退货。我要开始装逼了。毕竟自己这浑身地摊货，怕是二郎神也看不出我是个有钱人。到时候如果被嘲讽，老子100块直接砸他脸上，也尝尝扮猪吃虎的味道。什么狗眼看人低的经理，阴阳怪气的顾客，偶遇前女友，都来吧。
原本准备装叉打脸的贺平阳一脸无趣的走出了售楼处，身边还跟着那个热情过度的小伙。合同您拿好啊哥，我送您吧哥。贺平阳没好气的看着他，自己整个选房的过程就是这小子没完没了的在那个咯纯纯的紧箍咒。就在此时，门口又小跑出一个女售楼员，穿着包臀裙，高跟鞋哒哒哒发出脆响，来到贺平阳面前。贺先生，稍等一下，能留您一个联系方式吗？搬家的话，我认识人，又快又安全。贺平阳倒也没说什么，拿出手机任他扫上二维码。对了，你们管出租吗？当然了哥，您要出租啊哥，没问题，我们啊，行，闭嘴！我说一下条件，合租，房租每月1厘，要求就一个，必须是女模特。这么便宜，您看我行吗？你是模特，打扮成模特行吗？我演技可好了，可塑性非常高，什么角色都能适应。女售楼员声音都变得柔软起来。贺平阳和热情小伙同时咽了咽口水。我先走了，记得帮我找。看着贺平阳离开的背影，女售楼员突然眼前一亮，快步跑回了售楼部的休息室。卧槽，你干嘛呀？吓死我了，正想事呢。何梦玉，老娘今天救你一命啊！他们找到这来了？不是，你不是没地儿住吗？刚才小李子卖了一套房，那客户那叫一个干脆，你不知道，14块钱全款，跟买菜一样，真他妈有钱，而且年轻，长得老帅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就叫缘分。他要招个女孩合租，房租就收1厘，每个月。那你自己不上？我当然上了，我都快贴身上了。人家不要就要模特，可我是侧模儿，有模儿这个字就完了呗。这种人能接触到的机会真的不多，我真的觉得你跟他能特别配，而且我很清楚，就算是我倒贴到人家，最多也就落点钱，我这种货色人家是不会要的。王慧雅，你在贬低自己，我真踢你了。就当帮我行吗？你住进去，我借机去找你，方便我去接触他呀。人家能同意吗？你这前凸后翘的小极品，小样儿，迷死他。上午11点半，别墅内，贺平阳坐在客厅巨大的沙发上，何梦玉和王慧雅则是有些拘谨的站在2米外。是模特的话就谈谈吧。说实话，贺平阳感觉稍微有些羞耻，毕竟啥好人点名要招女模特合租啊。她是模特，还会跳舞、拉丁、民族、网红热舞都行，身材上就能看出来了，很专业。我靠，我看出个啥了？我咋那能装？她还健身，什么普拉提啊、瑜伽，老软了，超厉害。在王慧雅死缠烂打的暗示下，何梦玉不得不又被迫展示了一下瑜伽的2个站立动作。怎么样？挺厉害的，但是你们表演完了的话，咱们什么时候谈谈租房的事？就合同啊、租金什么的啊？你是同意了是吗？同意啊，是模特就行啊。我不刚才就告诉你了吗？是模特的话就谈谈合同啊、租金啥的。何梦玉眼角狂抽，银牙哥滋滋作响，转向王慧雅，双眼喷火，恨不得把她活吃了。那你们聊。王慧雅尴尬的抚了抚手掌，默默的远离了何梦玉一步。贺先生你好，我叫何梦玉。别墅内，王慧雅将拟好的合同递给贺平阳，直接填好了金额和双方身份信息，签字画押合同就算签成了。去吧，除了主卧，其他房间随便你选。何梦玉和王慧雅长舒了一口气。贺平阳看上去挺平易近人的，但在他面前似乎总有一点压迫感。何梦玉，这个好，这个大。我们租金就给了1厘，我还是选个小点的吧。当然，说小也是相对来说，比正常房子的卧室还是要大不少的。而贺平阳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拿出了笔记本。现在第1条已经圆满完成了，好赖就先这样吧，毕竟时间仓促，抓紧进入下一环节。贺平阳看向了第2条，不要让西餐越来越嚣张，华夏名菜才是最的。吃一次蟹鸡面，9朝贡椒，昆仑爆腹，回春汤，琉璃鱼骨，9转大肠。贺平阳摇头苦笑，拿起笔默默地加了几个自己想吃的名菜，顺便勾掉了9转大肠。哼，这全都是为了你呀，兄弟。这些东西虽然难找，但是云盘市最高级国泰饭店宫宴恰好全都能做。一共12个菜，我这也算不上好日子了。贺平阳通过专属了，在宫宴点了12道名菜，花费2.4小钱。出餐时间定在下午3点半。王慧雅离开前，借故参观了贺平阳的卧室，留下香水味和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时间接近下午3点半，贺平阳躺在躺椅上享受黄昏景色。突然，楼下传来砸门声和叫骂：“就是这里，何梦玉，何梦玉，你滚出来！”何梦玉惊慌地跑到了大门处，顿时大怒：“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你们给我装定位了！”门外的人正是何梦玉的父母双亲和他的弟弟以及弟妹。装定位怎么了？我是你爹，我不能给你装定位吗？我问你，家里的门是不是你锁上又焊死的？还把我们的行李都扔了出来，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何梦玉，没错，门是我焊的，里面有监控，房本是我的，谁敢动大门一下，我立刻报警。梦玉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他是你亲弟弟呀，你工作不错，又没有男朋友，很快就能再攒出一套房的，他是你在这世上最亲的人了，就是房本改个名字而已呀，你怎么会这么冷漠呢？姐，人家的姐姐都是疼弟弟的，恨不得把所有钱都给弟弟花，你倒好，这么小气，我等着结婚呢。
何梦玉双眼通红，眼泪吧嗒吧嗒的掉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为了躲你们，我连工作都辞了。我不想见到你们，这里是别人家，不要在这里给人家添麻烦。你们能走吗？走啊！此时的贺平阳一脸八卦走进阳台边缘，手里拿着一包薯片。梦玉，你怎么会这么无情啊？我无情，辍学养家的是我，给他骨髓的人是我，住院没人管尿在床上的人是我，我命都交给他了，现在还要抢走我辛苦奋斗的房子，你们拿我当什么？这时，何梦玉弟弟注意到了阳台上的贺平阳。你看什么？是你拐走了我姐姐是吧？开门！我当时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傍上了个有钱的，住这么好的地方，贱坯子！说你呢，给我们开门，听见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有钱没钱，我女儿现在被你非法拘禁，我随时报警抓你，打官司打到你破产，把你的钱全告过来。贺平阳依然平静地看着他们。你大龙啊，我砸了你的门，你信吗？儿子，咱们好不容易骗过保安进来，真砸了，再进来就难了。那好。咱就在这耗着，保安来了我们也不怕，我跟你耗定了。何梦玉，别让我抓着你，这次我打不断你一条腿，我不是你亲爹。何梦玉只能无助地站在原地，这道门现在是他最后的保护伞，一旦打开门，他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。嘿嘿，请问哪位是贺先生？外卖到了。我是。外送人员当即抬头看向露台，拿来吧你。请问哪位是贺先生？外卖到了。我是。外送人员当即抬头看向露台，拿来吧你。贺平阳也不为难外送人员，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可以走了。在宫宴做专送，别说多问一句，连多看一眼都不行。有钱人猫腻多，但麻烦少，所以像今天这样的情况，他们打死都猜不到。迫不及外卖放门口，退后20米，我下去拿，否则什么？有钱就是不一样。我都饿了一天了，他还点上外卖了，操！贺平阳默默拨打110，并在律师 App 下单，发送事情经过和监控视频。贺先生，对不起，损失我会赔，请不要开门好吗？求你了。贺平阳感觉胸口莫名一阵窒息，倒不是什么共情，只是他很敏锐。虽然刚接触，但他可以看出这何梦玉是个要强的人，有自知之明，甚至以给别人带来麻烦为耻。放心，今天有麻烦的是他们。执法同志，你们可来了！几个神经病砸门喊叫，还抢我外卖！你装什么？他抓了我姐，非法拘禁。我女儿就在里面，被他抓了。这里的确有个女孩，但她是租户，这是租赁合同，上5签的。另外，这是我门上的监控录像。租房他租得起，肯定是被包养的。查他！闭嘴！当事人呢？楼上。队长上了露台，只问了几句何梦玉，便重新走了下来。把这4个带回去。她是我女儿，查身份证。这忤逆子把我们赶出家门，我们无家可归。民事纠纷我们管不着，今天处理寻衅滋事。需要我去吗？这集财物不少。财物？就是这份外卖。队长看了一眼，瞳孔骤缩，眼皮狠狠跳了2下。操！2.4角钱的外卖。哪位是贺平阳先生？我是律师林蛟龙。林蛟龙大方和贺平阳握手，随后第一时间了解情况，就连队长都得把监控视频交给林蛟龙。怎么样？这个金额够立案吗？你疯了是吧？立的案，我们就是来找人的。您可选择调解，不调解可要求照价赔偿2.4角，并承担诉讼费。拒不赔偿，拆外卖者最高可判3至7年。我有把握。怎么可能？就是个外卖啊，怎么可能值那么多钱？这不可能啊！何帝当先回过神来，就眼前这阵仗，又是执法又是律师，他已经开始有不祥的预感。调解，我们选择私下调解，我们愿意赔偿一部分。调不调解，又不是你说了算。按律师的意思，这是可大可小，小则接受调解，贺平阳可以一笑了之；大的话可以索赔2.4角钱。如果对方赔不起，甚至会面临牢狱之灾。何家门口围着一群人，贺平阳、林蛟龙与执法队员站在中央，何家几人面色惨白。贺平阳收起笑容，语气冰冷：照价赔偿。何府浑身一颤，何帝脸色煞白：我们哪有这么多钱？求你开恩。何梦玉呢？让他还你，大不了让他多陪你睡几次。别墅楼下大门，何梦玉从门里走了出来，眼中满是屈辱。你说什么？梦玉，你救救我们！妈知道你还有钱，你先赔给他。如果你们真的一块，你就让他别追究了。没有钱，你们给何家豪攒的2.5角结婚钱不是钱，你可以整天打麻将赢点钱啊，让我爸整天钓鱼去卖钱啊，让何家豪整天打游戏打出个冠军，让你这好儿媳整天继续美甲、火锅、唱 KTV 给你挣钱啊！你找我干什么？贺平阳与林蛟龙对视，面露诧异，何家人哑口无言。这是什么上进和睦的神仙家庭？限你们7天之内，1天没有不动产，24小时足够凑齐现金。明天此时没收到钱，我会告到底。何帝突然情绪失控，不能动，那是我的结婚钱。爸，你去坐牢吧，你老了，坐几年怕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逆子，外卖是你打开的，你难道让我打光棍吗？执法队长不耐烦地挥手，队员将何家几人押上车，车内传来对骂声。贺先生、何女士，请跟我们回去备案。好。
贺平阳做完备案走出，未见到何梦玉。我的私人电话有需要随时联系。今天辛苦。林娇龙驾车送贺平阳回别墅后离开。贺平阳找了个包，装了10万块现金，10万块相当于过去的1000亿。他决定分几家银行存入，今天的目标是中大银行。中大银行大厅宽敞明亮，3个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先生您好，请问办理什么业务？贺平阳转头，目光微钝。冯冰宁容貌精致，制服勾勒出曲线。存钱金额较大，叫一下你们经理。具体有多少？你去叫吧，保证你不会被责怪。冯冰宁轻咬下唇。好吧，您稍等。金姐、红姐，外面有位顾客要大额存款，想见经理。存多少？他还没说。你没问，人让你叫经理你就叫，你是狗啊？规定上说，有特殊情况就可以叫经理。冰宁，你不就是想多接触经理，好上他的床吗？新人得踏踏实实，别想歪的。我没有，没有最好。我们守了10来年，凭姿色上位，你想都别想。冯冰宁被指轻咬，低头回避。这是冯冰宁的第一份工作，同事的恶意对他而言残酷的难以接受。刚才休息室的门开着，他坐在这个角度，恰好将刚才的一切尽收眼底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请您先领个号码排队，可以吗？耽误您时间了，非常对不起。你没经理的联系方式？冯冰宁摇头。行吧，谢谢您的理解。不用谢，你也别闲着，给我倒杯热水呀，然后给我讲讲你们的理财产品啥的。冯冰宁长舒一口气。好的。随后与贺平阳交谈，他从理财讲到投资环境，从股市谈到楼市，见解独到，态度真诚。贺平阳本意也是为了缓解他的紧张，顺便找个美女聊天，消磨排队时间。但是他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冯冰宁相当有意思，他由衷的佩服这个女孩。他自认刚毕业那会，他在职场比冯冰宁更拼更努力，但他没有冯冰宁的眼界。有些东西真的是天赋，是靠努力得不来的。大厅内电子音响起，请194号到3号窗口。我带您过去，这边。在这儿等着。贺平阳冷哼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滚回来。他针对的就是冯冰宁。早在冯冰宁与贺平阳聊得火热的时候，他们几个柜员就看不惯了。虽然接近下班，大厅早就不进顾客。冯冰宁，你有柜员权限吧？有。进去加个班，给我把事办了。冯冰宁胆气上涌，快步走进柜台。冯冰宁，想清楚你在干什么？我要是你，就老老实实站着。很高兴为您服务。贺平阳拉开背包拉链，将一捆100元大钞倒在台面上。冯冰宁笑容僵住，瞳孔震动。高快点，别让别人看扁了。贺平阳这句话算是把冯冰宁的活拉回来。先售后付，账实相符。核对什么来着？不过慌乱也是片刻。冯冰宁稳住心态之后，一切顺手了起来，将钱陆续存进了贺平阳的账户。就在钱存进2万的时候，隔壁3号工位的胖女人摇头晃脑的走了回来。胖女人见到冯冰宁在4号窗口操作，顿时火冒三丈。谁允许你？胖柜员一激动，手中水杯的水洒到钞票上。你干什么？银行柜台前，所有柜员聚集过来，看到现金。冰宁啊，你怎么不叫姐呀？你一个新人，出点问题可怎么办？这位先生您好，我是这里10年的老柜员了，您看由我来替您处理可以吗？贺平阳面无表情，冷眼旁观。钱他是一定要存的，中大银行是最靠谱的银行，他不可能因为这几颗屎迁怒于一个如此靠谱的银行，那就太拎不清了。公园里有屎，把屎铲了就行，没必要放弃整个公园。银行大厅门口，地中海中年人冲进银行，看到台面上的一堆钱，他整个人狠狠哆嗦了一下，躬身冲贺平阳道：哈哈哈哈，先生您好，不好意思我来晚了，我是这里的银行经理，我叫陈三，欢迎您选择我们银行存款。经理激动地说完，贺平阳却是一动不动，根本不看他一眼。外面传来刺耳刹车声，总负责人陆平川面色严肃地快步走入。贺先生您好，我是云台市中大银行总负责人陆平川，对于本行的怠慢，我深表歉意。哟，是行长啊，你好。贺先生，可否进贵宾厅聊一聊？好说好说，不过我这还在忙，要不您在这稍等一下，等我存完钱，咱们再好好聊。好，我在这等您。陆平川向侍卫班肃立一旁，同时向身边一位金丝眼镜男使了个眼色，贴向监控。行长，我先给贺先生办公吧。对，先办正事要紧，小金一定要认真仔细呀。哎，好。此时贺平阳却突然发出一声赞叹：陆行长啊，你们这企业文化多好！你看这几个大姐啊，我排队到这，人家暂停服务了，这是给新人小姑娘锻炼的机会。但后来一看小姑娘录入的这么累，又一窝蜂过来把小姑娘拽走了，想着要干，多温馨啊！贺平阳说完，笑呵呵地看向陆平川，他终于彻底爆发，指着金姐等人怒吼道：谁给你们的狗胆，竟敢贪天之功！金姐整个人如遭雷击，冯冰凌差点被眼前状况吓哭了，但她更多的是感动。赵主管安排一下，陈经理以及这几个涉事人员，除冯冰凌外，全部开除。行长，我不知道，我是第一时间赶来的。至于这个用茶叶破坏100元面值大钞的职员，去定一下损。
照价赔偿给贺先生，然后向这位职员追责。陆行长存这么多钱，怎么不得赠点米面粮油啥的？冯冰凌差点被逗笑，紧紧的抿住香腮。贺先生说笑了，一切都是陆某人的错。您能选择我们银行是我们的荣幸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您提供福利。待您消怒之后，诚挚邀请您去贵宾室详谈。行。冯冰凌，把钱拿到后面，走贵宾通道吧。贺先生，这边请。贺先生，容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白汉生。幸会贺先生来的仓促，有些失态，见谅哈。贺平阳，白兄是咱们云台商会的副会长，云台鼎鼎大名的宫宴也是他的。云台一半的娱乐场所都有白兄的身影啊！白汉生连连摆手，谬赞，谬赞。白汉生暗中观察贺平阳的反应，贺平阳倒是也有些惊讶地看向他，不过眼中似乎是有些赞赏，好像是那种小伙子干得不错，要继续加油熬的感觉。他和陆平川对视一眼，两人更加认定贺平阳根本不是和他们一个层级的人物。说说咱们银行的福利待遇吧。陆平川有些紧张，他很清楚，要想把贺平阳留在银行，必须有拿得出手的东西。首先，只要贺先生的存款有2万转成定期，你就是我们的黑金客户，享受年化利率5%，享受专属通道。冯冰宁将作为您的专属助理，最高规格的终身寿险。所有跟中大银行合作的消费场所一律6折。另外，我个人再赠送您一套花园洋房，您看。贺平阳有点不耐烦，我给你5万定期，只有一个要求。陆平川深吸一口气，您说。云台有位一坛圣手，你们知道吗？您说的莫非是梁守义，梁老？贺平阳哪知道是谁啊，就是没有门路才问他们俩的。对，就是他。梁老年事已高，难得一见不过。贺先生既然开口了，白某愿意试一试。好，那就有劳白老哥了。白汉生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袭来，陆平川则松了一口气。对了，贺先生有没有兴趣加入咱们云台市的商会？可以啊。太好了，一会儿我就亲自去办。贺先生，一会儿晚饭请务必让白某来安排，就在宫宴如何？我一会还要去光明医院看个朋友，明天中午吧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明天中午我来安排。冯冰凌早已经处理完了业务，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墙角。今日的奇遇是他从未设想过的，1万相当于1千1丝，这种神豪偏偏为他出头。冰宁啊，在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贺先生的专属助理。平时除了帮贺先生处理资产，也参与分行的管理工作。冰宁一定全心奉献，感谢贺先生，感谢陆行长，感谢白哥。行了，我也该走了。贺平阳加上冯冰凌的联系方式，起身朝外走去，众人恭敬跟在身后。贺平阳刚一打开别墅大门，就看到何梦玉俏丽的身影。回来了。对不起，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。我的房子已经卖掉了，我刚刚取了房款，7角2分。说你圣母吧，你有勇气跟他们断绝关系；说你明智吧，你竟然忍受了这么多年。我也不想这样。贺平阳不再管他，独自上了2楼。等一下。何梦玉追了上来，抓住他的衣服。贺平阳看着他，有一瞬间的失神。如果你对得起所有人，就绝不该折磨自己。这一次轮到何梦玉愣住。他们打你吗？何梦玉点了点头。以后每个月多交1厘当保护费，我罩着你。何梦玉再次愣住，随后淡淡一笑。笑屁呀！我说真的，交钱啊！此时换贺平阳抿嘴一笑。他进屋，计划休息一会后去看看杨凯。手机铃声响起，贺平阳接起电话。您好，这里是光明医院，是杨凯的家属吗？我是。麻烦您来续一下费，您预交的费用不多了。贺平阳眉头大皱，他上午才刚交了1块钱，就算预支了今后几天的费用，连2角都花不了才对。什么医院1天花1块钱？平阳，你来了。林姨，我来了。今天情况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护士刚才说需要续费了，不然可能会停药。他上午才刚交了1块钱，就算预支了几天后的费用，也用不了多少才对。我是秦主任，杨凯的主治医生，贺先生是吧？贺平阳点头。秦主任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杨凯的治疗费用怎么会花这么快？我今天上午才交了1块钱。贺先生，您可能不太了解，植物人的治疗费用是很高的。杨凯的病情虽然稳定，但需要持续用药，各种检查、护理费用加起来，1天下来确实不少。那你具体给我说说，都花在什么地方了？具体账单收费处都有，您可以去看一下。不过贺先生，您不要担心费用问题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治疗杨凯的。输液费、静脉穿刺费，卧槽，谁输液扎的是大马的动脉，不都是扎静脉？2个名字就收2份钱。
秦主任，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张收费单。贺先生，这是正常的治疗费用。正常，我来看看这些药都是治什么的。维生素 B1、头孢曲松钠，这些药给杨凯用是治什么病的？秦主任笑容僵了一下。这些都是辅助药物，帮助恢复的。辅助药物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明天就把杨凯转院。转院？贺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病人最忌频繁转院，在我们这治得好好的，怎么能出院？那我要是执意出院呢？执意出院，你是要害死他。我接手的病人必须负责到底，这是我的医德，我不允许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要办出院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是医生，我是医生，家属你就任由这个外人指手画脚，这还是不是你儿子？林怡攥着拳头，害怕但坚定。我听平阳的。他不明白贺平阳为什么要突然和秦主任对上，但是他也清楚贺平阳绝不会害杨凯。你们简直是狼心狗肺，不识好歹！秦主任为了这个病人绞尽脑汁，你们居然在这里忤逆秦主任。不错，秦主任费尽心思给他搭配药物，这就是你们回报秦主任的态度，简直是一群白眼狼。贺平阳缓缓走到年轻大夫面前，掏出收费单递过去。用你的医学知识，把上面药物作用和主治病症给我念一遍。你怕马？我让你念。秦主任大怒，无法无天，叫保安把这些医闹扔出去。谁要叫保安？院长，这里有医闹，我们好心。我让你念。耳光响亮，年轻大夫被打懵，病房死寂。住院费用明细：输液费、静脉穿刺费、药物混合费。继续念，药名和作用。维生素 B1 用于治疗神经炎症，头孢曲松钠用于脚癣的治疗。哈哈哈哈哈！因为我兄弟是植物人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反抗，所以你们用一堆垃圾注入他身体，对吗？我多用了一些药，但那些药没毒性，副作用少得可怜。贺平阳注视半晌，笑容冻结。白汉生，贺先生，您说，把这上面所有的药都开一遍，带到这来。是。他扒拉了一下陈院长。傻了，跟我去拿药。哎，好，贺先生，药都拿来了。把这些药全部给他灌下去。秦主任脸色大变，想要后退，但被几个保安按住。贺先生，你这是违法的，你不能这样。你给杨凯用这些药的时候讲过违法吗？现在只是让你尝尝自己开的药，怎么就受不了了？一瓶接着一瓶，秦主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终于忍不住吐了出来。怎么，这可是你开的药，效果不是很好吗？陈院长，你说怎么办？贺先生，这个秦主任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医院规定，我会严肃处理。严肃处理？我要的是开除，而且还要赔偿杨凯所有的损失。陈院长连忙点头。是，我马上办理开除秦主任，而且医院会全额赔偿杨先生的损失。对不起，平阳，都怪我没看出来。林怡，你只是太累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还被蒙在鼓里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那好，我们先把杨凯转到更好的医院，用最好的医生。贺先生，我们会安排最好的救护车、最好的医生护送杨先生转院。记住，这次不能再有任何差错。您放心，绝不会再有问题。贺先生，您找梁老就是为这位朋友吧？我一定会尽快联系上梁老。谢谢。这两个字让白汉生觉得一切值得。他的野心需要攀上贺平阳这条大船。快，加快速度！你吃没吃饭啊？感情你不用动，我腿都软了，你倒是舒服了。刚才我动的时候，你不是也挺舒服？不行了，渴了，我去倒水。借机偷懒是吧？房门突然打开，王慧雅冲出，一头撞进贺平阳怀里。贺平阳尴尬，指餐厅方向。我打算找点东西吃。我们在锻炼，我要应聘健身操团课工作，找他练手。对，我体力好，挺经得住折腾的。慧雅想在这住一晚，你看行吗？行啊，房间随便挑。贺平阳转身走向餐厅，假装在空冰箱里翻找，随后走进卧室。身材也好，还会害羞。贺平阳开始为别墅添置物品，炊具、餐具、游戏设备、健身器材。贺平阳在睡梦中感觉到一阵冷风。醒了就坐起来，慢慢来，别碰到脖子上的刀。什么人？只要你听话，就不会杀你。坐起来。眼前是一个扎着长马尾的女人，穿着紧身牛仔，眉眼英气，眼神冰冷。你看得清形势，敢喊2秒内我就能杀你。好，要钱。打电话，光明医院负1层餐厅储物间有个女孩，为她安排手术。这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吧？确实不难。贺平阳拿过手机，拨通电话，打开免提。电话被接听。陈院长，打扰了，麻烦你去医院负1层餐厅储物室看看。我就在医院，立刻去。电话那头传来奔跑声和推门声。贺先生，这里有个女孩，伤口简单止血了，这好像是刀伤，10几处。贺平阳抬头看林红秀。陈院长，秘密安排手术，事成之后有丰厚奖金。不敢，贺先生放心，白总没少让我处理这种事，等我消息。电话挂断。为什么不直接挟持院长，让他受罪，冒险来找我？稳妥。能指使院长的人很多，你该找个坏人下手。林红秀静静打量他。我是坏人，我纯大善人。
杀了我，你花呗额度都得掉光。敲门声响起，林红秀危险地看了贺平阳一眼。是我，王慧雅，开门，给你个惊喜。我困死了，明天再说。放我进去，你就不困啦？你让我进，我也让你进哦。贺平阳看向林红秀，林红秀眼中闪过一丝嗤笑。记住，我叫林红秀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大善人。林红秀特别加重最后3个字，随即闪身跃出窗户，消失在夜色中。贺平阳走到门前，拉开房门。你想干嘛？这句话该我问你吧。我今天太累了，没精力。贺平阳将王慧雅轻轻推出门，手指触到她后背的柔软。他关上门，快步回到窗边仔细检查。次日，贺平阳将50万现金分批存入一家银行，行长亲自接待，提供丰厚福利。贺平阳走出最后一家银行，长舒一口气，剩余12万现金留用，存款月利息约1800元，相当于每月净赚18亿丝。手机响起，贺先生，宫宴顶楼天子厅安排好了。好，白总，加几道国宴菜。明白，我亲自安排。贺平阳走进金碧辉煌的大堂。贺平阳。贺平阳皱眉看去，一群大学同学，包括前女友赵秀和富二代陈赫，都是同学，难得见面。平阳，一起聚聚吧，楼上露厅我包好了。今天贺哥有大好事，一起庆祝。好哇，沾一沾你们的光。宫宴酒店7楼露厅包房内，巨大的圆桌旁，陈赫坐在主位，众人争相围坐。贺平阳独自坐在桌尾，左右座位空置，桌上已摆满精致菜肴。行了，赶紧点菜吧，边吃边说。每人点一个，不用给我省钱。众人欢天喜地，从赵秀开始依次点菜。轮到贺平阳时，菜单被小美收起。他也能点菜？你觉得我会差他这一道菜吗？小美不情愿地将菜单扔到贺平阳面前。平阳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我就不用点了，随便吃2口。我一会还有一个饭局，也在这一层。哦，不对，好像是上一层。屋内寂静片刻。卧槽！几年不见，你竟然能患上精神疾病？没必要装这种随时都会被戳穿的笔，真的很可悲。上一层，这他妈已经是顶层了，上面只有一个天子厅，有钱都去不了，懂吗？那只能说明你的钱不够多。哎，你们不要这样针对平阳嘛。平阳说有，那就一定是有嘛。菜肴上齐，众人开始用餐。贺平阳静静看着赵秀，眼神淡漠。对了，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呢？被甩了之后就辞职了，无业游民。这不巧了吗？贺哥他们家刚中标了中大集团的项目。将来公司肯定要扩建，缺人，你还不赶紧敬贺哥一杯，让他给你安排个保安队长？这个提议不错，贺平阳干别的不行，开门绝对没问题。程公子，要是他真给你打工，看在同学面子上，高低得送人家一条项链吧。王三拍腿大笑，陈赫睥睨地看着贺平阳，等待敬酒。工作就不需要了，我敬在座的各位一杯酒，这一杯之后，同学之情就到此为止了。我敬诸位都有个好前程。陈赫眼中闪过怒意。此时包房门开，钱经理手托红酒走入，奉董事长之命前来送一瓶酒，这是一瓶产自博卡斯特尔的教皇新堡。董事长祝各位吃好喝好，同学有一天长地久。感谢钱经理，感谢董事长，不知道能不能有幸得见董事长先生？这个我可不能替董事长做决定，不过董事长还交代了，各位可以留下个人信息，我会一并呈给董事长，方便以后相互照应。众人激动，纷纷掏出名片争先恐后递交。钱经理收齐后，目光投向贺平阳。钱经理，这个人就不需要留了，他不是我们的同学，跟我们非常不合。人家刚刚才喝了一杯酒，跟我们断绝关系了呢。钱经理脸色微滞，深深看了贺平阳一眼，又瞥了瞥手中那叠资料。既然如此，酒已送到，我就先退下了。再次祝福各位同学友谊地久天长。钱经理离去，众人松口气。哎呀，刚才贺平阳敬的酒我们还没喝呢，那我就敬贺哥一杯。恭喜贺哥能量庞大至此。贺平阳，我知道你很不甘心，但你和我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过往一笔勾销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所以这杯酒，我敬我亲爱的城堡，祝你龙腾9天。赵秀引进，屋内响起口哨和掌声，掌声最响亮、最持久的，竟是贺平阳。他面带微笑，缓缓鼓掌，目光扫过每一张兴奋的脸。众人刚完成一轮对贺平阳的集体羞辱，掌声间歇，贺平阳露出嘲讽的微笑，神色平静。精彩！众人面面相觑，陈赫脸色阴沉。贺平阳，考虑一下，向我敬杯酒，我让你当条看门狗，我会给你买条不错的狗链。贺平阳嘲讽一笑，不如你考虑我的建议，跪下来求我放过你全家，只有1分钟，1分钟后你连当狗的机会都没有。话落包房内死寂，陈赫突然大笑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3天后你会断条腿，在天桥要饭。耶稣都改变不了，我说的。贺平阳跪下。贺平阳抬头看赵秀一眼，眼神陌生。还有12秒。陈赫正要继续威胁，包房门被推开，白汉生大步走近，钱经理恭敬跟随。白总，您真的……贺先生，我错了。
请您原谅。包房内死寂，乘客的手僵在半空。贺平阳环视众人，怎么安静了？你们刚才不是笑得很开心？我跟踪你，你也配？祝你和你的城堡龙腾9天。贺平阳转身离开，白汉生紧随。资料都留好了，放心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众人离开，乘客跌坐椅上，包房沉寂5、6分钟。突然，乘客手机狂响，乘客接起电话，即使不开免提，父亲程百里的咆哮声也清晰可闻。狗东西，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中大集团全面停止合作，要求立即清偿债务。程鹤，我不把你双腿打断，让你去天桥要饭，我就不叫程百里。赵秀突然意识到，他做了2次毁掉一生的选择。可恶！如果贺平阳早一点表现出来，我就可以享有他的一切了。一念至此，赵秀涌起一股滔天的恨意和委屈。至此，2人之间将再无交集。贺先生，今天的事儿不关你事。贺先生，中大集团也是我负责。最近我们正在招标一群有实力的地产商，拿下北区地王。程百里就是其中一个中下级别的地产商，我们已经跟他终止合作了。你看着办吧。不过中大集团为何要招一群合作商？陆平川无奈道：我们自己哪能吞得下这么大块地呀？那可是北区的地王啊！有关部门做了多少次规划，找了多久买主了，外地的不愿意来，本地的拿不起，这才找到了我们头上，希望我们能牵个头，并且给了我们极大的优惠。贺平阳点了点头。像云台这种没什么特色产业的3线城市，土地财政是主要收入，而没有特色产业，愿意来拱地开荒的企业又少之又少。天子厅门被猛然推开，孙乾带壮汉闯入，白汉生怒喝：孙乾，你他妈的找事！哎呀，白总可千万别生气，你再吓着我，我可怕你了。白总、陆总，我孙乾好歹也是你们最大的合作商，不过是想多争取点利益。我好话说尽，你们连电话都不接，过分了吧？孙乾，你不要贪得无厌，我们给你的好处已经足够多了，况且项目本身你也不会少赚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蹬鼻子上脸。孙乾，你在你们东海市算个人物，在我云台还轮不着你撒野，我给你5秒钟滚出这个房间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哇，白总这么说话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你怎么能不为你的好兄弟陆总考虑呢？陆总刚刚接管云台的中大集团，人家就是想做点成绩才接下帝王这个项目。现在这个项目上，我一个人就占了1/3的比重，你把我赶走，这不是把陆总往火坑里推吗？贺平阳笑了笑：老白、老陆，坐下说吧。哈哈，听听，还是这位公子哥有气度，有什么事坐下说吗？不知道这位是哪家的公子啊？我虽然是东海市的人，但在云台也认识不少人，这位公子却看着面生啊。我可不是什么公子哥，其实我就是个看相算卦的。孙乾愣住，随即大笑：看相算卦？陆总，我就跟你明说了吧，在原来条件的基础上，再给我加3个点的返点。另外，项目建成之后，我要南边临街的那栋楼3个点，还要临街的商业楼。这项目合着是踏马我找人给你打工吗？钱都让你一个人赚了多好。容我强调一遍，能做这个项目的人，除了你中大，你们云台市找不出来第2个。东海市目前也就只有我一个肯来帮你。你同意，今天就把合同签了。孙乾摊开手，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贺平阳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带着人回东海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我相信2位应该有的是办法。哎呀，听几位大佬在这里聊楼盘和投资的事情，实在是让我心潮澎湃啊！我也有点积蓄，不知道能不能也入一股啊？孙乾嗤笑了一声：这他妈的有你说话的份？不过他玩心大起的继续说道：小兄弟打算入多少啊？云台市60万平米地王分3期开发，第1期光拿地就得1500块。我看看带了多少。我操，你们俩打他马，哪找来这么个货？贺平阳将数张100元大钞扔到陆平川面前：我就入这块地嘛！孙乾如遭雷击，陆平川与白汉生激动的浑身发抖。孙总，既然你打算带人滚回东海，我们就不送了。孙乾深深看了贺平阳一眼，灰溜溜地带保镖离开。对不起，贺先生，这狗东西打扰您兴致，我安排人让他躺着离开云台。没必要为这种货色节外生枝，继续说说项目的事。贺先生，您真的打算注入这笔资金？又不是什么大钱，拿去用，就当是我的第1笔投资，对吧？我的专属理财小秘书。冯冰凌脸红，轻轻摇头。如果这是贺先生的第1笔投资，我觉得投给这个地块并不明智。说来听听。所谓高新科技开发区，很可能只是有关部门的一时兴起，没有真正的高精尖产业落户，最终可能就是面子工程，变成鬼区。商业新城也需要极大优惠才能吸引品牌，唯一可能盈利的，或许是周边未来的居民楼。陆平川与白汉生听得心服口服。贺平阳略带骄傲地看向陆平川：那有没有解决办法？老陆已经接手了。最有可行性的办法有2个，第一，
迎来一个真正的高精尖产业落户，种下梧桐树。第二，联合有关部门建一条路，打通北市区和彭县、玉县。彭县是木雕之乡，玉县是纺织品加工，建立交通，吸引彭县手艺人回流，结合互联网运作，可行性很大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双管齐下。冯冰宁从我的账户先拨3000块，供你调用，你做一份计划书。老陆成立项目组，你当组长，冯冰宁当副组长，握着这个计划和资金，在有关部门那边应该不只是有点话语权了吧？3000块加上刚才的1500，4500，贺先生，这何止是话语权，这是帮云台起飞。中大集团在云台必将如日中天。要知道2、3天前他还是个刚入职场的新人，即便受到贺平阳赏识，也就是个大客户经理。但现在摇身一变，成了手握4500块财政大权项目组副组长，这简直是做梦一样。而贺平阳把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，当了个甩手掌柜。他现在只想尽快去完成他那份有钱之后计划书的第1页第3条。肥猫捂着脸，眼冒金星的站起。贺平阳夸张地握着何梦玉的手，暗中对他挤眼。何梦玉一脸茫然：“你谁呀？谁也是你能问的。我们小姐直接用手打你，那是给你脸。”贺平阳从兜里掏出5张100元大钞，捏住钱尾，抽向肥猫的脸。肥猫愣住，没敢躲。哎呀，小姐，老奴错了，今天带的少了，这打人确实不疼。何梦玉眼睛瞪大。还有你要实在没钱就别装，3毛钱你回家拍你妈多好，一个你在这还命令上了。咱们走着瞧。孙大公子转身欲走，孙二公子突然狂叫：“不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让他给我过来！” 2个黑汉闯入，其中一个将孙二公子按倒在地。孙大公子别走着瞧啊，有戏不如现在让我瞧瞧。谢飞熊。贺先生，飞熊来晚了。贺平阳点头。谢飞熊，你干什么？放了我弟！谢飞熊走向孙大公子，得罪贺先生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你爹孙钱来了，也得跪在这儿。帝王项目你们想做都做不成了，回去告诉你爹，让他不服的话，尽管来找我谢飞熊。孙大公子被踹倒在地。小谢，别跟他们废话了。给你3张，拿去当花红，找点人给他们家做顿饺子。贺平阳递出3张100元大钞，谢飞熊恭敬接过。孙大公子瞬间崩溃，不要，贺总，我求你放过我们。何梦玉在贺平阳身后悄悄流泪，他轻轻拽了拽贺平阳的衣角，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？贺平阳走向谢飞熊，小姐大发慈悲，说不要他们的狗命。谢飞熊将钱递回，孙大公子刚松一口气，孙二公子再次叫嚣：“拍照，为什么不让我拍？”看起来这二公子真的是很喜欢拍照，给他们找个房间，给他们拍一组时尚大片。不要，谢大哥，我们没干什么，我们就是想让他配合拍个照片。拍个照片？哼，你以为你平时干的那点事别人不清楚？今天若是我们不在，你给他拍完照片之后会发生什么？谢飞熊，拉下去。黑衣壮汉起身行动。这辆车能让我们小姐给他当车模，绝不能落在别人手里，我们要了。好，为表歉意，这辆车由我们商场免费赠送给您了。贺平阳递出20元，该多少是多少。贺平阳简单交代几句后，动身离去。贺平阳喝了酒，只能让何梦玉代驾。车辆行驶在路上，何梦玉紧张地握着方向盘。你坐这么近，你要给方向盘喂奶呢？谁叫你这车这么贵呀？我能喂着奶开就不错了。何梦玉手机铃声响起，电话备注是王慧雅。贺平阳按下免提。梦玉，快来，我妹妹自杀了。何梦玉脸色骤变，车内气氛瞬间凝固。梦玉，慧瑶，她又出事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现在我刚刚接到她的短信。他说了很多对不起我什么，肯定是又要自杀了。我正在往回赶，我马上过去。何梦玉挂断电话，用恳求的眼神看向贺平阳，还愣着干嘛？开车啊！何梦玉猛踩油门，汽车疾驰而出。贺平阳费力的从裤兜掏出手机，地址告诉我。陈院长，我需要一辆救护车，立刻去铁塔胡同的老旧小区。在上面，3人急冲上楼。贺平阳一脚踹开大门，慧瑶。贺平阳目光锐利。注意到卫生间门缝下的血迹，退后。贺平阳一脚踹向门锁，门轰然打开。找纱布、急救箱。何梦玉迅速打开一个柜子，拿出急救箱。贺平阳用纱布进行紧急包扎止血。下楼。楼下，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跑来。贺平阳将王慧瑶放上担架，王慧雅跟着上了救护车。车门关闭，救护车疾驰而去。上车，跟上去。这已经不是第1次了，又要自杀。慧瑶学习好，人善良，但总被欺负，抑郁了，退学回家。那些人还是不放过他，发照片威胁他出去，折磨他。上次是被人从河边救起来的，慧雅守了他很久。慧瑶说他知道错了，再也不会了。慧雅才敢去工作，没想到
病房内，王慧瑶已脱离危险，躺在病床上。谢谢，真的谢谢。如果不是你们，怎么回事？情绪不是稳定了吗？王慧雅默默拿出一部老款安卓手机，递给何梦玉。贺平阳接过，皱眉查看。他翻看聊天软件，脸色越来越沉。何梦玉凑近看，这件事情多久了？2年多，我也报过警，但他们家里有背景，一个父亲是执法队长，一个是企业家的女儿。慧瑶怕拖累我们，每次都偷偷去。我们想跟踪，想拼命，但他总能甩开，我们躲都躲不掉。贺先生，病人正在苏醒，已无大碍，需要补充营养，注意2天即可。这是药单，不用看了。好的，有事请按专用呼叫器，陈院长交代，专人负责。慧瑶，你醒了，别再做傻事了好吗？你走了，姐就一个人了。对不起，姐，我不会了。玉姐，谢谢。这是贺平阳哥哥，我们的救命恩人。谢谢，平阳哥哥。姐，我还要住几天院吧？是，住院几天观察一下。那能不能回家帮我拿一下包包？好，开我车带他去，快去快回。何梦玉和王慧雅离开病房，房间内只剩贺平阳与王慧瑶。你不会是想把我支开，然后从这窗户？话音未落，王慧瑶突然掀被下床，动作出乎意料的快。她面无表情地开始解病号服的扣子。喂，住手！贺平阳暗骂一声，下意识抬手捂眼，瞬间意识到不对，糟了！就在贺平阳捂眼间，王慧瑶纵身扑向窗户，贺平阳健步上前，一把搂住她的腰，将她拽回。你现在死了，就看不到欺负你那几个人的惨状了。乖乖把衣服穿上，明天中午我跟你去。王慧瑶眼神猛地一闪，仿佛被注入了什么。中午，天海公园地下停车场空旷阴冷，弥漫着灰尘和隐约的异味。2辆车随意停着，贺平阳和王慧瑶并肩站立。王慧瑶表情平静的异常。哇，王慧瑶，我真的怕你不敢来耶。哎呀，他竟然带了保镖！众人一阵哄笑。2个男生从车里抽出棒球棍，拖在地上走来。叫了人呀，他厉不厉害呀？我们需不需要叫救护车呀？你们2个和他们一样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们是男孩子，小棍子的，我们是一起来帮他疏通一下的。齐大美女，你怎么现在才想起叫我们？这妞长得真可以，你早就该叫我们来了。一会能让我们先办事吗？不然太脏了就不好搞了。给你10秒钟消失，忘掉这里的事，除非你也想跟他一起。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废话，你说话得看着别人啊，不然以为你眼睛斜视呢。美美，他好像是在嘲讽你啊。是啊，这要是让他走了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正好今天玩2个。你一会一定会很惨，比王慧瑶还要惨。我好害怕，你能不能给我预告一下？我有个心理准备。那就要看我心情了。初步估计，我会先打断你一条腿，然后你脸上的笑容会消失，你会哭着跪求我放过你。然后我会给你一丝希望，让你亲手加入折磨王慧瑶的行列，就放过你。你会同意，王慧瑶会更加崩溃，但我会反悔，然后打断你另一条腿，让你余生陷入残疾和无尽的痛苦内疚当中，让你一想到王慧瑶就会狠狠抽自己耳光。你应该是王慧瑶的亲戚对吧？你们王慧瑶那可是才女，漂亮，学习好，年级第1，校草都喜欢她，放任她毕业，不是清华就是北大，人生不可限量。不过呢，我这个人有点黑暗，不太喜欢美好的东西，看到了就想毁了它，现在做到了，就很开心。作为她的亲戚，你作何感想？感想，我只有对你们这群人只有无尽的可怜。很快你们会明白一个道理，每个人心里都有恶魔，释放他是个人都能做到，但束缚他却很困难。你们把内心的黑暗和手段残忍当成一种强大，但在我看来，你们只是一帮没有自制力的废物，只是选择了人人都能做到的方式而已。恰好我的人生也准备摆烂了，虽然方式和你们不同，但不妨也让你们见见我心里的恶魔。哈哈哈哈，你心里也有恶魔，你也配合我比？既然你说人人都能做到，那我就看看你能不能做到。啊，你竟然敢打我，我要你死！贺平阳身后的阴影中，瞬间冲出10余名壮汉，如洪水般将剩余5人打翻在地，动作迅猛。谢飞雄缓缓走出，站到贺平阳身边。贺先生，需要把他们……那可太便宜他们了。壮汉们将6个鼻青脸肿、失去反抗能力的年轻人拎过来，强迫他们跪成一排，黄毛裤子已湿。2个男生痛哭流涕：“求求你放过我们！我是今天才被叫来的，我以前从来没欺负过他。我也是第1次，求你们放过我！”4个女孩低着头，身体因愤怒和恐惧发抖，尤其是齐小玲，眼神恶毒。给小狗换肾是你吧？不说话，那就从你开始。贺平阳拿出手机，播放几人霸凌王慧瑶的视频。你说说，小年纪这么会玩，老谢。谢飞雄示意手下从黑色奔驰后备箱拎出2个大油漆桶，打开盖子，恶臭扑鼻。不要，不行。
不行，我看你非常喜欢这一套啊，你不会不是空腹来的吧？你敢？我爸是执法队长，你惹不起。你动我一根头发，他一定会把你抓进去，你在里面一定会死得很惨。哇，这我的确是惹不起，所以我不能亲自动手了。你来。在林欢欢受罚的时候，他只想能多逃避一会是一会，却没想到贺平阳竟然让他来。轮到你了，不要打断他的四肢。壮汉从身后踹倒王美，棒球棍猛砸向他的右腿，3次重击，骨裂声清晰可闻。王美惨叫，右腿血肉模糊。我听话，求你别打了。成功让他吃1斤，你保住一条胳膊，再吃1斤，保住另一条，想保住另一条腿得让他吞下5斤。王美阴郁地看向林欢欢，林欢欢怒视着他。王美，你想清楚，对不起了欢欢，我得保住4肢。你敢让我吃这种东西，我让你连4肢都保不住，我弄死你，弄死我。王美听他不话，一把拽住林欢欢的头发，将他拽倒。林欢欢正要挣扎反抗，被另一个黄毛狠狠一脚踢在腹部。这些人打架都是好手，用脚尖位置给他这一脚，触碰瞬间让他失去力气，挣扎的手变得非常无力，被王美死死按在地上。王美从桶里抓出一把，直接就往欢欢嘴里捅。欢欢吐，王美在，欢欢吐，王美在，欢欢吐，王美在。众人躲得远远的，拿着手机拍摄，场面相当之下饭。5斤不够，不过2-3斤有了。我遵守承诺，你的2条胳膊保住了，这2大桶不能浪费。你们俩要是能把他们4个的肚子填饱，可以不用吃。黄毛和短发男对视，扑向另外2个女孩。Later。15分钟后，4个女孩瘫倒在地，精神崩溃。杜先生，是这个效果吗？是，现在可以开始催眠，但您要的效果太强，大概只有10天左右就会失效，到时候他们都会记起来。无妨，10天够了。5分钟后，众人已经离开，6个霸凌者眼神逐渐呆滞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腿！先送他去医院。我也得去医院，我要去洗胃。他妈的，我吃屎了！夜晚，和爱医院特护病房内传来林欢欢的惨嚎。妈！林母冲进卫生间，林欢欢在淋浴下死命搓洗身体，皮肤通红。快帮我找搓澡巾，这些脏东西为什么洗不下去？宝贝，你别搓了，已经干净了。你瞎吗？这上面明明还有1层屎啊！林欢欢推开母亲，继续搓洗，直到将胸前皮肤搓破，鲜血直流。搓不干净，脏死了！医生，快来！护士冲进卫生间，将林欢欢控制住。放开我，让我洗干净，流屎啊！去叫刘大夫拿镇定剂。镇定剂注射后，林欢欢安静下来。你女儿有没有洁癖？没有啊，她平时挺邋遢的。那可能是精神上受到了巨大刺激，这已经算是一种精神疾病了。精神病不可能，最好先查明她受刺激的原因，去找精神科医生咨询吧。深夜，病房内，王美刚从麻药中苏醒，王母哭泣，王父沉脸坐在角落。妈，美，你醒了？究竟是谁把你的腿弄成这样？告诉我。我想不起来了，就记得去聚会，然后腿断了，还吃了好多粑粑。没事了，美，医生已经给你洗胃了。不对，我感觉肚子里非常饱，胃里肯定还有，大哥都是那股味。不可能，医生检查过了，干净吗？我说没有就没有，快叫医生再给我洗1次胃，帮我洗干净。催眠的种子已经种下，在接下来的10天里，这6人将活在自我构建的地狱中，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。当记忆复苏之时，真正的审判才会降临。几人的父母现在面对的是2个问题：一，他们几个都觉得自己身上有屎；二，他们无法进食，吃什么都有股味，整个医院都被他们几家搅得鸡飞狗跳。次日，贺平阳的车上，王慧瑶坐在副驾驶，盯着前路，忽然之间鼻子一酸，眼泪哗啦地掉下。别光哭，说话，让我验收下治疗效果。你是玉姐的男朋友吗？不是。那我可以用身体报答你，随时我是你的了。贺平阳眼角一抽，不自然地调整坐姿。比赛谁先说话谁王吧。贺平阳拿出手机，关闭飞行模式，手机震动不停。他回拨何梦玉电话：你们在哪？是不是去天海公园了？我们正往那儿赶。别赶了，回来了。回医院吗？慧瑶她怎么样？医院楼下等着，一会就到。光明医院楼下，王慧雅与何梦玉焦急等待。姐，我没事。老大，你把人带走好歹说一声啊，吓死我了。带他散散心。何梦玉与王慧雅对视，眼神疑惑但没追问。午后的病房内，几人刚吃完饭。我去上班了，晚上再来。上班？什么班？带健身跳舞的团课呀。他以前最多兼3份工，晚上还摆摊。走吧，我送你。贺平阳要送何梦玉，自有目的。他计划书的第1页第4条写着：发动财阀力量，捧出个女团玩玩。何梦玉是他心中的女团队长第1人选。下午，2人来到了云端健身中心。何教练，情况有变，新加了普拉提课，来了新教练，课时费降到110，能接受吗？110有点少吧，张老师。不少了，普拉提那个才100，加一点吗？120行不行？行，快去换衣服。
张老师离开，何梦玉见四下无人，皱鼻低骂：“呸！死娘炮，说话不算话，祝你月经不调。”贺平阳一脸黑线，何梦玉换好紧身衣出来，贺平阳上下打量：“老大，你哪怕偷偷看呢？”我在检查有没有不得体。那有吗？检查中。不理你了。何梦玉气鼓鼓地走向体操厅，贺平阳站在一边观望。何梦玉的团课结束，会员热烈鼓掌。一位扎马尾、身材纤瘦的普拉提女老师走进来，与何梦玉交谈甚欢。两位美女老师，幸会，我叫陈宫，是摄影师。看到二位的形体和颜值，实在令人赞叹。不瞒二位，我以前学歌剧的，对美的事物毫无抵抗力。抱歉，我绝无物化二位的意思，只是有些语无伦次了。何梦玉礼貌微笑，而边上的王姐则显得很受用。歌剧，我一直想去看呢。是吗？那我们可以约个时间一起。贺平阳在旁翻了个白眼，同为男人，他太清楚这套路。那番文绉绉的话翻译过来无非4个字：好看，想玩。陈宫与王姐交谈甚欢，从歌剧聊到油画，再到摄影。他嗓音磁性，神态自信飞扬。王姐眼神流露出明显的崇拜与向往。何梦玉感到尴尬，想离开，但未留联系方式。而贺平阳在一旁静静观察。走吗？哦，走。王姐，那我先走了哈。何梦玉准备跟贺平阳离开，陈宫眉头微皱，他的主要目标是何梦玉。美女这么着急走吗？这位是你的普通朋友。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无业游民。无业也没关系，现在人生活节奏快，适当的休息一下也是好的。如果你想旅游的话，我建议你去趟拉萨，在圣洁的布达拉宫洗涤一下心灵，相信你的灵魂会得到升华的。看来大叔你是没少去洗涤呀，像我们这种人洗涤就不用了，有点钱我一般都是去洗浴。呵呵，那老弟你可得注意生理卫生呀。啊，洗个脚还注意生理卫生啊？陈宫脸色难看，不再看贺平阳，转向何梦玉。美女，我真的觉得你的条件非常好，像我们这个圈子里有很多人都不如你。前段时间宫宴的钱经理喝酒请我给他的老婆拍写真，我拒绝了，因为他老婆的条件实在太差了，不符合我审美的话，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拍的。不过如果是你们2个，我可以免费送给你们每人1套写真，价值远超你们的想象。贺平阳眉头微挑，拿出手机快速发信息给钱经理。哦，你还认识宫宴的钱经理？怎么你也知道钱经理？当然知道，钱经理能量非凡啊，在咱们云台市，想去宫宴上面3层全都要预约，进出宫宴的达官显贵哪个不得托钱经理安排。不错，哪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，钱经理也的确算是个人物，但是在我这儿，呵呵呵。这就奇怪了，我昨天才跟钱经理吃过饭的，他倒是没提过认识什么搞摄影的人。哼，那可能是因为你说和钱经理吃饭这件事儿是你信口胡诌的吧？毕竟屌丝之口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不过这话你可千万别让钱经理听到，我一个电话打过去，你承受不了后果。别呀，我要是你，我肯定不会给你机会，当场就给钱经理打个电话，叫他收拾你。当然了，要是我跟钱经理不熟，那就放2句狠话，威胁一下，糊弄过去就算了。反正今天是不敢打这个电话的，毕竟连电话号码都没有，这电话可怎么打呀？你找死是吧？陈宫被逼到死角，老脸通红。他解锁手机，拨出一个电话，放在耳边，响了几声后放下。钱经理估计在忙，没有接电话，算你走运。但是你记住，我一定会找你的。我没打通，那我帮你拨。呵呵，好啊，千万别找借口，最后不拨了。那不能。贺先生，我到健身中心楼下了，马上就到。快点哦，陈先生给你打电话都打不通，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见你了。已经上电梯了。陈宫瞳孔猛缩，双腿发软，呼吸急促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个灵魂，还没经过洗涤的俗人。贺先生，钱经理您好，我是陈宫，和赵公子一起跟您敬过酒的，就在宫宴的金色厅。你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想知道你刚才有没有对贺先生不敬。哎，钱经理，你怎么能不认识陈先生呢？你难道忘了你还请人家给你老婆拍写真，被人家拒绝了？这可是陈先生亲口说的。陈宫双腿一软，咚的一声跪倒在地，面如死灰。操厅内气氛凝重，钱经理面色阴沉，陈宫跪在地上发抖。贺平阳冷眼旁观，何梦玉不知所措地站在他身后，周围围着一群不敢出声的女会员。钱经理咬着牙盯着陈宫，这是你说的？陈宫剧烈摇头，面无人色。没有，我不敢，钱经理我不敢啊。钱经理声音更冷。那你的意思是贺先生撒谎冤枉你？陈宫愣了，一时间不知道哪个罪名更重。钱经理一口一个贺先生，卑微的像个孙子一样，这让他无法理解。钱经理是什么人？云台是只手遮天的白汉生的心腹。不敢，贺先生，求你放过我，是我狗眼不识泰山，冲撞您是我的罪过，求您放过我吧。我再问你，我求你给我老婆拍写真，这话到底是不是你说的？钱经理则是冷冷地问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哪怕不是真的，也够他被恶心好一阵的。陈宫只好狠狠地咽了咽唾沫，慢慢点了点头。是，那就没我什么事了，你自己看着处理吧。贺平阳冲着钱经理摊了摊手，说着话便带着发愣的何梦玉往外走。何先生慢走。一群女会员更是自动闪出一条路，全体目送着贺平阳和何梦玉离开。何梦玉则是小碎步跟在贺平阳身后，恨不得用手挡着自己的脸。毕竟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他们必定要胡乱揣测自己跟贺平阳的关系。
关系了，其中不乏自己被包养之类的，想想就让他无奈，当然还有点害羞。贺平阳两人刚一走，健身房的负责人就带着几个人偷偷的开始疏散周围的会员，操厅很快就被清空。钱经理，我和赵公子有交情，看在我一直尊敬您的份上。阿超，听说前些天你老婆养的那条狗做了个绝育手术，是，联系那兽医，让他过来再做一个。陈宫瞬间脸色惨绿，瘫死在地。他就算再傻也知道钱经理要干什么了，顿时眼前一黑啊！他这辈子不爱好别的，就好女色。钱经理俯身，记住，做完这个手术之后，不仅你自己不能再找女人，如果我发现你再找任何女人送给其他人，我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不如死。钱经理一改平日里弥勒佛一样的模样，此时面色阴沉，目光凶厉。陈宫吓得抖似筛糠，哭着说道：“可是钱经理，您得给我留个种啊！过几天好不好？我求您宽限我几天，我给自己留个后代行吗？我求求你了。”钱经理根本不理他这茬。此时阿超挂了电话，对钱经理道：“我让那个兽医去黑子的诊所等着了。”钱经理点点头，给他弄走。陈宫正要哭喊，被阿超一把捂住嘴，连拖带拽的走向电梯。陈宫的人生乐趣与事业就此终结，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只是撞上了一块不该踢的铁板。贺平阳与何梦玉走在医院走廊，接近杨凯病房时，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贺平阳皱眉，快步上前，猛地推开门。病房内，杨凯静卧，林阿姨坐在凳上，满脸委屈。李薇薇叉腰站在床对面，气势汹汹。旁边，外籍男子皮特正玩着手机，看到何梦玉进来，眼睛立刻直了。贺平阳对李薇薇笑了笑，来看你男朋友。滚蛋，没你事。他转向林阿姨，提高音量：你能不能痛快点？就3分钱，对你来说多吗？赶紧赔给我。我真的没有钱。没钱？你能住这样的特护病房，能用得起这样的设备？能他妈的给他用上这样的好药？李薇薇踢了一脚床边的仪器。就算是有钱，我也不会给你。我儿子一直以来都是给你花钱，你什么时候给他花过3分钱了？他有个屁的钱，穷一个！我给他花的钱，要不要列个单子？买避孕套的钱算不算？仪器连接着杨凯。贺平阳眼神一冷，何梦玉已上前扶住气得发抖的林阿姨。何梦玉怒视李薇薇：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李薇薇早就注意何梦玉这个大美女了，也不知道贺平阳有什么手段，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她没敢拿自己跟对方相比，她内心极度抵触这样做，因为结果显而易见。谁爷妈没盖好把你露出来了？我嘴就这么脏，怎么了？话没说完，何梦玉上前抬手就扇，啪的一声脆响，李薇薇脸都被戳变形了一瞬间，惨叫一声，携着咚的一声跌在地上。贺平阳一缩脖子，心道这李薇薇真是活该啊！你说你惹她干嘛？我的饭！李薇薇惨叫倒地，皮特骂了一句，趁机扑向何梦玉，意图不轨。贺平阳上前一把推开皮特，哦，谢特！李薇薇尖叫起来。贺平阳拖过一把凳子，刺耳的声音让他瞬间闭嘴。他惊恐地退到墙边，想要钱。李薇薇瞪着他，不敢说话。贺平阳从兜里掏出一枚1毛钱硬币，你要3分，我给你1毛，买断你和我兄弟那点可笑的关系。不过有个条件。李薇薇和皮特的眼睛都盯住了硬币。什么条件？你从没好好看过他，现在坐在这里陪他1个小时，时间到，钱你拿走。贺平阳将硬币递过去，李薇薇一把抓过，与皮特对视一眼。等我1个小时。皮特抱怨着坐下玩手机，李薇薇也搬个凳子坐在床边。警惕地看着贺平阳，贺平阳靠向椅背，拿出手机，快速编辑短信。贺平阳需要一场戏，一场能让李薇薇和他的国际友人铭记终身的戏。他联系了谢飞雄，立刻找一个外围女过来，要长得不错的，最好是有点 X 病的，我需要演一场戏。贺平阳按下发送键，目光扫过病床上的杨凯以及对面那对男女，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。谢飞雄看着手机屏幕，眉头紧锁。他快速打字回复：“你确定要有病的？”他生怕是贺平阳打错字了，还询问了一遍，确定贺平阳说的是有 X 病的，不是没有 X 病的。贺平阳给他安排了一通之后，告知了他自己的位置。谢飞雄立刻开始找人，不出10分钟，就有一个小弟打来电话，说他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，正在拉往光明医院。车上，这外围女士一场懵逼，她有些紧张的朝拉她的小弟问道：“小马哥，我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”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敢问，你只需要听话照做，你就能拿到一大笔钱。接活还给钱？这女人双眼瞪得老大，自从她得了病之后，都不敢轻易接活了，生怕自己得罪了什么人。那个小马哥，我坦白一件事，我不光一种病，我除了灵媒之外，还有点尸油。故作深沉的小马哥一哆嗦，手里的烟差点没掉裤子上，瞪大了眼睛回头道：“那你什么时候得的这老邪病？”你放心，前边那俩都是上次和你睡了之后才得的，只有尸油是老早就有。也就是说，上次你跟我睡的时候给我染上。小马哥脸都绿了。你听我说，那个不太严重，传染率应该也不高吧？操！小马哥则是顾不上自己被染上了什么，拿出手机又给谢飞雄打了个电话，战战兢兢地说了这边的情况。但没想到电话一听，他脸色连续变了几下，唯唯诺诺地答应几声之后，挂断了电话，神色奇怪地看着女人。
怎么了，小马哥？小马哥呆呆地说道：“我们老大说给你加钱。”到了光明医院，谢飞雄才跟他们说清楚了具体应该做什么。女人带着使命，直奔贺平阳几人所在的楼层。病房内，杨凯躺在病床上昏迷，贺平阳坐在一旁玩手机，李薇薇坐在床边，满脸不耐烦，不停看时间。何梦玉和林怡坐在另一边，低声交谈，不时担忧地看向贺平阳。皮特坐在角落，对着手机小声说话：“这里简直天堂，女孩们便宜的难以置信。对，像扑火的飞啊，我养着好几个，花他们的钱，玩我的生活。快来，我带你开开眼界。”贺平阳抬眼，冷冷扫了皮特一眼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：“快乐吧，你的快乐马上就到头了。”挂断了电话，起身出了病房门，直奔卫生间。皮特吹着口哨从男厕走出，洗手台前，红发外围女正俯身补妆，身材曲线尽显。皮特眼睛一亮，女郎看到他，转头抛来一个媚眼，笑了笑，转身欲走。皮特顿时急了：“你好，美女，我是一个博主，我正在找一个女孩拍一个视频，请问你方便配合一下吗？”他说着话挡在了女郎身前，身子靠得非常近。女郎不仅没有后退，反而是抬起媚眼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哦，怎么配合？”说着话，女郎竟然不着痕迹地用手腕蹭了一下皮特的大腿。这一下，皮特就试探出了这女郎的开放程度，直接说道：“其实我是一个医学博主，想让你配合检查身体。”他一把就拉过了女郎，搂在怀里，拽进了公共卫生间。拐角处，小马哥举着手机录像，画面定格在皮特将女郎拖进门的那一刻。他按下停止键，发送视频。3分钟之后，皮特一脸神采飞扬地回到了病房，眼神还一直在何梦玉的身上打转。要不是碍于李薇薇在这，他还打算把李薇薇这笔钱弄到手。他早已经对何梦玉展开攻势了。1个小时后，李薇薇掐着表站了起来，冲贺平阳道：“1个小时到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“可以。”贺平阳呵呵一笑，放下手机也站起身来。李薇薇警惕地看了贺平阳一眼，他什么时候这么土豪了？不过不用管他，反正这笔钱是他给的，不是杨凯的妈妈给的，自己将来没钱花了，照样过来继续闹事。一念至此，他冷哼了一声，离开了病房。皮特，走吧，我这就去给你买那个手机。那么着急干什么？先去对面的酒店，我现在火气有点大。凌乱的床上，李薇薇依偎在皮特怀里，皮特玩着手机。钱我给你转了一半，贺平阳哪来这么多钱？是不是中奖了？可能吧，花在一个植物人身上，真浪费。就是，那本来可能是我的钱。依我看，明天你可以继续去闹。对，贺平阳就是个软蛋，为了杨凯，他肯定还会给。阳光透过玻璃窗，皮特走进咖啡馆，靠窗一位穿包臀裙的精致女孩激动挥手：“哇，你比视频上帅多了。”说完话还捂嘴一笑：“哦，过奖了。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，那么潇洒，那么自由，真的好羡慕啊。”兴趣爱好罢了，我不缺钱，来华夏本来就是游玩，很高兴你能喜欢。另外，你今天很性感。皮特用欣赏又不失体面的目光打量了女孩一眼：“哦，是吗？我为了见你特地搭配的衣服，你喜欢吗？”说完抬眼娇媚的看一眼，轻笑。皮特心中冷笑一声，只这一个动作，他心里就有数。你的身材真的很好，当然我也有些特长。女孩顿时脸色一红，随后目光顿时迷离起来。如果能见识一下我最喜欢的博主的特长，我真的是太荣幸了。哈哈，现在就可以见识。我要去卫生间，一起吗？隔壁桌一对情侣目睹全程，短发女孩冷笑一声，对男友说：“哎，现在的鲍鱼真是便宜，就海鲜市场上那些还明码标价呢。何止便宜，这还嫌他自己不争气，见着西洋卖猪，连钱都不用给，指往人家脚面上倒贴，也不怕得了洋脚气。”两人对视，鄙夷的笑了笑。贺平阳往眼睛撒下，疾病的种子，贪婪的土壤，一场无声的报复悄然发酵。而自以为掌控一切的皮特，并不知道他刚刚吞下了怎样的鱼饵。李薇薇的算盘也注定打不响。下午，某咖啡厅，皮特与包臀裙女孩坐在一起，举止亲密。不远处，短发女孩和男友坐着，面露鄙夷。她故意提高音量：“哼，老公，你闻见什么怪味没有？怎么有股崇洋媚外的酸腐气？”皮特余光瞥了一眼，抿嘴轻笑，不语。包臀裙女孩脸色一变，随即恢复，更紧的靠向皮特，阴阳怪气的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皮特，来到我们华夏，肯定是让你受委屈了，到处都有这种极度的酸臭味，我一会儿肯定努力的报答你。”说完，他主动往皮特的怀里靠了靠，一副任君采撷的样子。短发女孩被激怒，她没想到这包臀裙女孩来了个破罐子破摔，摔得非常搞笑。老公，你见过外国马桶吗？尤其是外国公共厕所里的那种，就是狗来了都能尿上一壶。见过，今天就见到了一个。包臀裙当即再次冷笑：“就算是马桶，那也是外国的好，有些人想当都当不上呢。”短发女孩冷冷地瞪了他一眼，粉拳紧握。哈哈，我们走。皮特一脸兴奋，跟着女孩走向卫生间方向。约3分钟后，皮特和包臀裙女孩从卫生间方向回来。皮特心满意足，女孩故意整理头发，姿态慵懒，示威般看向短发女孩那桌。短发女孩心有不甘，但奈何自己也只是一个陌生人。突然，咖啡厅门被猛地推开，几名执法队员快步进入，径直走向皮特，形成包围。执法队长亮出证件，面色冷峻：“约翰·皮特，你涉嫌一起强这案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店内哗然。放屁！我什么时候强？说着话就要上来推执法队长。一名执法队员迅速上前挡住：“抓错人了，你们抓错人了。皮特先生不是罪犯。”他是不是？
你说了算。他是外国人，还是网红，你们不考虑影响吗？周围顾客低声议论，面露鄙夷，围观者的低语充满了讽刺，但执法队员不为所动。带走。队长则是打量了包臀裙女孩一眼，审问似的道：“你是他女朋友？”包臀裙女孩有些勉强的点了点头。一旁的短发女孩终于忍不住了，插了一嘴：“刚当上20分钟。”队长听完之后眉头一抬，看了看短发女孩，随后又看着包臀裙女孩，眉头一皱：“那你应该还算幸运，还没有跟他发生关系。我劝你也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，他强这的是个有很多种 X 病的女孩。”队长本着最后一丝善意说完，却看到包臀裙女孩身子一晃，险些栽倒。见他的反应，队长顿时面色一寒：“你们发生了。”包臀裙女孩惊恐点头：“有没有保护措施？”包臀裙女孩眼泪都下来了，惊恐的摇头：“以后自重一点吧。”队长淡淡的留下这一句，大踏步朝外走去。哈哈！包臀裙女孩瘫坐在地，崩溃大哭：“别录了，他够可怜了。”可怜，我这是给广大男同胞排雷，免得有人接盘。视频被迅速上传至各大社交平台，皮特自然也很快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当即以联系律师为由，打出了一通电话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放心，皮特，我帮你找律师，一定把幕后黑手揪出来。次日，光明医院特护病房，贺平阳与林一在说话，门被咣当一声推开，李薇薇带着4个手持棍棒砍刀的青年闯入。李薇薇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来要账，杨凯花了我那么多钱，现在躺着装死，想一笔勾销。李薇薇，你昨天已经从我们这拿走了1毛钱，怎么还不知足吗？那笔钱是你给我的，可不是杨凯给我的，我要的是杨凯的钱，谁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钱？我还以为是你想追我，送给我的呢。原来是这样，呵呵，好，我就再给你1次钱，不过你总得拿出点我兄弟欠你钱的证据，一点证据都没有，我可不是什么冤大头啊！少废话，你说要证据就要证据，我们交往的时候花的钱都是秘密，让你看，直接把钱给我，至少3毛钱。所以你根本拿不出我兄弟欠你钱的证据，就带着几个人来这闹事要钱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？我管你什么性质，我找我前男友要钱，你在这唧唧歪歪呢，滚出去！李薇薇不耐烦了，她感觉贺平阳的确和之前有点不一样，所以她打算转向林一施压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一阵嘈杂声，伴随着杂乱的脚步，执法人员和医院保安一起冲了进来。贺平阳顿时奥斯卡上身，大喊道：“队长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被敲诈了，他们持械敲诈，朝我们要3毛钱，我们不给，他们就想动手了。”执法队长顿时冷着脸转向李薇薇：“不许动，你们带武器了。”气氛紧张，李薇薇愣住，一青年吓得高举一手，另一手掏出砍刀欲上交，被瞬间制服。其余人连同李薇薇也被迅速控制，靠在墙上。聚众寻衅滋事，持械敲诈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没有，放开我！我是找我前男友要钱，属于我的钱，他欠我的钱。哼，是不是欠钱？跟我们回去一查就清楚了。放开我！你们有病啊！抓我干什么？我是受害者，我是债主，他们欠我钱不还，为什么抓我？我告你们信不信？此时，林蛟龙快步走入病房，与贺平阳握手。贺先生，林律师，拜托了。李女士，关于您和杨凯先生恋爱期间的经济纠纷一事，以及您持械勒索巨额现金案件，我将代表我的委托人正式起诉你，希望你能尽快找到合适的律师，律师的质量请尽量高一点。李薇薇又懵逼了，什么起诉我？不是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不要钱了，我不要钱了还不行吗？就这么算了吧，行吗？李薇薇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这早已超出了自己的掌控和承受范围。李薇薇，虽然在我看来你就是个烂货，但奈何我兄弟对你是真心，倾其所有，想跟你有一个好的结果，我本来不想管，只可惜你让我失望了。他成了植物人，我没看到你来关心过一天，哪怕你说你无法接受和一个植物人的未来，我也非常理解，并且接受你们的分手。你千万个不该试图来夺林姨手里的救命钱，你咎由自取。最后，我想提醒你，如果昨天晚上你和皮特在一起的话，你要尽快去检查身上有几种病了，因为皮特已经因为强奸一个有多种 X 病的女孩被抓了。不过呢，我会尽可能的把你送进监狱待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你得不到太好的治疗，可能要遭老罪了。李薇薇如坠冰窟，满脸绝望。医院病房内，李薇薇被执法队员控制，面如死灰。贺平阳站在他面前，林毅在一旁担忧地看着。林蛟龙整理着文件，贺平阳语气平静，却带着寒意。李薇薇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在和杨凯交往期间，你就拿着我兄弟的钱去养皮特。李薇薇浑身一颤，不敢抬头。你明知道皮特的德行，却任由他，甚至帮助他在华夏圈钱，玩弄同胞，这些也都算了。贺平阳向前一步，目光如刀。但你来这里逼迫一个植物人的母亲，试图拿走他的救命钱，如果
果我贺平阳不在这里，后果如何，没人会知道。贺平阳的话如同居高临下的审判，让李微微双腿一软，险些瘫倒在地。你罪不容诛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贺平阳在操控。李微微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，被执法队员带离病房。屋内恢复安静，病房内只剩贺平阳、林毅和林娇荣。贺先生，皮特的案子已经有人接了，对方的律师是东海市 CCK 事务所，这家事务所非常有实力，而且帮他找律师的是一个叫程青青的女孩。据我所知，这个女孩的男朋友似乎在东海市有着不小的能量，我想你有必要稍微留意一下。你是想加钱？林娇荣当即摇头，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道：不需要，能跟 CCK 事务所交手，就算是你不给钱，我也一定要接，我只是单纯的提醒你罢了。林娇荣说完，不等贺平阳回应，便转身离去。贺平阳看着他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贺平阳断定林娇荣的原则不在道德和职业操守，他渴望与强者交手，越有挑战性越兴奋。他真正的原则只有一个：赢。医院走廊，贺平阳刚出病房，看见不远处的谢飞雄和一个红发女郎，女郎紧张地咬着指甲。贺平阳走向楼梯间，谢飞雄和女郎赶忙跟上。对不起，贺先生，没打招呼就过来了，实在是事情有些紧急。什么事？谢飞雄还没开口，一旁的女郎突然哭哭啼啼的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贺先生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贪财，才闯下了大祸，不管谢老大的事情。贺平阳顿时眉头一皱，疑惑地看向谢飞雄。谢飞雄没好气地踢了踢女郎：好好说，别弄出这么大动静。昨天小马哥找到我说让我过来接个活，演一场戏，我也听明白了，知道啥意思，就是陷害那个羊粪蛋嘛。谢飞雄没好气瞪了他一眼：陷害你他们也不能直接说啊。反正就是告他嘛。小马哥承诺会有一大笔钱，我正好家里很缺钱，我弟弟有心脏病需要手术，我自己也得了很严重的病需要治，所以我就贪了这笔钱。但是我隐瞒了我这个病，我可能闯祸了。贺平阳也瞪了他一眼，这女郎顿时止住哭声：我有艾滋。艾滋。贺平阳默默地从兜里抽出了一张5毛的递给女郎：给奖金啊！谢飞雄和女郎都是一愣，谢飞雄倒是不觉得惊奇，贺平阳的财力，拿出5毛钱，这根本连冰山一渣都算不上。他惊讶的是贺平阳对于这件事的态度，女郎更是懵逼了。什么？既然你是替飞雄办事，拿钱是应该的，该发生的都发生了，也没办法，你和你弟弟的病也总得治。贺平阳将钱直接塞到了女郎的手里，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，打发走了红发女郎。贺平阳倒是也懒得管皮特和李微微是不是被传染艾滋了，皮特那是纯属活该。置办的不错，贺先生，您可千万别再说了，这次没给您闯出祸来，我已经是万幸了。没事，那个皮特也是咎由自取，在本国混不下去，来华夏轻松的当上大爷，这已经是对他天大的恩赐，他理应感恩戴德，但他没有，所以是天要罚他。贺平阳意味深长地说道。谢飞雄连连点头。对了，贺先生，老范跟我说，他查了皮特找的律师，帮他请律师的是程青青，这个人是东海一个小家族的女儿，不足为惧，曾经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，是皮特的朋友。但程青青的男朋友却有点来头，是东海市第3家族宋家的长孙，他们家族是房地产起的家。老范怕如果程青青查出来是您在搞这个皮特，保不齐这宋家的长孙会动什么歪心思。后天东海市的国际车展，您又是去他们的地盘，老范想让我提醒您一下。谢飞雄指的老范就是黑无常范廷龙，这人平时不怎么露面，和谢飞雄完全是2种性格。这个程青青有工作吗？是个记者。记者，好了，没事先回吧。谢飞雄前脚刚走，陈院长的电话就打到了贺平阳的手机上。贺先生，这个您爱人醒了，说想见您。我什么？贺平阳一脸懵逼。就是唐小姨。陈院长语气里似乎也带着点懵逼。唐小啊？贺平阳突然想起来了，唐小姨这名字好像是林红秀威胁自己救的那个。问明了地址，贺平阳快速下楼。贺平阳下楼，来到下一层病房区，某病房外围着一群医生护士。贺平阳悄悄靠近观看。病房内，唐小姨半躺在床上，陈院长在一旁，一群护士围着他。在他的描述里，他受伤之前跟贺平阳吵架，因为贺平阳出轨，他在酒店抓包贺平阳和小三，被小三的人差点打死。贺平阳是因为愧疚才没在他做完手术第一时间来看他。以前他很疼我的，知道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最喜欢吃藤酒斋的烧鸡，他都会买给我。现在我也吃不上了，我这就去给你买。一个小护士激动地说着，她眼圈微红，拳头紧握，心疼唐小姨的同时，对贺平阳这渣男是十分不满。那就麻烦了，少放孜然，多放辣。贺平阳眼角狠狠地跳动了几下，这娘们看着可不像好人啊！此时贺平阳清了清嗓子，顿时吸引了不少人注意。陈院长正一脸焦头烂额，见贺平阳如见救星，快步上前：“你可来了！”陈院长示意闲杂人等出去，闲杂人等被赶出。恩公，恩公，你刚才不是说我是你老公吗？我跟他们闹着玩的。唐小姨俏皮一笑，冲陈院长眨了眨大眼睛。陈院长顿时一脸黑线，闹着玩。直到他把贺平阳拉过来，都相信贺平阳和这姑娘是2口。陈院长怔怔地看着贺平阳，
两人四目相对良久。告辞。陈院长迅速离开病房，关上门。你怎么知道是我安排的人？因为红袖姐姐昨天晚上来告诉我了。贺平阳突然打了个激灵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的角落。那女人在这，你怕她？怕不怕的，咱们算是两清了。出院手续什么的，你不用管了。伤势好了，你就可以随时走。走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哎，必须以身相许的好不好？否则江湖上不得说我唐小姨不讲道义。唐小姨双手抱胸，托起胸前曲线，她眼神偷偷观察贺平阳的反应。要知道，凭她的身材和容貌，加上行骗的手段，那可是男女通吃。但是贺平阳好像并无兴趣，甚至想撇清关系。以身相许就不用了，我正式宣布，你不欠我什么，拜拜。贺平阳一点也不想跟这两个女人有瓜葛，说完转头就走。唐小姨伸手虚抓，想要起身，结果牵动伤口，疼得龇牙咧嘴。她看着关闭的房门，银牙搓得咯咯直响，咬着柔软的嘴唇，幽怨道：“哼，臭小子，你等着老娘身体恢复了，我一定给你点甜头尝尝。”离开了医院，贺平阳开车往回走，一边琢磨刚才的事情。他当然不认为随便一句话就能摆脱这个唐小姨和林红秀。思索间，他已经回到了别墅，一个标记为物流的电话就打到了他的手机上，是贺平阳买的那些家用的东西又到了一批。贺平阳整理线缆，准备将多余线缆塞进阳台窗帘后一道隐蔽墙缝。他手指触到缝隙内有异物，他将这东西抠了出来，拿在手里，顿时双眉紧皱。野参须100年份以上，取经辛9钱，天山虫草1两，西域红花3钱，上品牛黄1两5，百年陈皮6钱。药方，这是个什么药？鼻血爆窜丸。不过看到药方右下角的4个金字，贺平阳瞬间就明白这药方是谁的了。林家绝密。妈的，还真粘上我了。既然这东西放在这了，林红秀是必然会回来的。他想了想，拿出手机拍了一张上半部分照片，随后贺平阳找来纸笔，又抄写下了另一版，装在口袋里。抄好之后，刚拿起牛皮纸，贺平阳就看到地上有一根女人的长头发。我靠，这么心机吗？这要是被林红秀发现自己看过她的药方，还不给自己灭了口？他重新将头发卷进去，这才把牛皮纸塞回缝隙。贺平阳当即打电话给白汉生，先是跟他说了几个最难找的药材，问他能不能找到。贺先生，渠道我倒是正好有一些，不过可能要花点时间，毕竟光是这上品牛黄就价格不菲，您要5斤这么多，我需要撒出人去一点点的找。慢慢来，一会我给你，先发100块钱，不够的话找我要。这个药他是必须要搞出来的，反正下面制作步骤写得很清楚，并不难做。林家绝密，应该不至于藏一个毒药的配方吧？好，我尽快去办。安排好了一切，天已经彻底黑了。刚放下手机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轻响。他来到厨房，此时何梦玉注意到了贺平阳，顿时嘻嘻一笑。我见你买的厨房用具好多都打开了包装，我就帮你都拿出来刷干净了，随时都可以用。我正好也买了点菜，本来还要用我那2个小破锅来着，但是我可不可以用一下你这些厨具？我保证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两人一起收拾厨具的时候，何梦玉还问贺平阳都会不会用。贺平阳天天自己做饭，当然会用，但此时却假装不懂。他开始一边收拾一边给贺平阳讲解厨具用法，吐槽他是差生文具多。王慧雅她们姐妹俩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你神神秘秘的也不告诉我们你俩到底去干啥了。慧瑶的状态确实好了很多，明天下午应该就可以出院了。但是慧雅还是担心她不敢去上班，而且现在她的房东也不让她住了，说他们差点把人家的房子变成凶宅。那你回头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搬到别墅来一起合租啊？你说真的？真的呀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房租都要收的比你少点，但你还是得交保护费。贺平阳调侃道。太好了，你是我见过的最有人情味的地主。哎，过奖过奖。何梦玉继续开心的忙碌做饭，贺平阳看着他的背影，眼神复杂，思绪似乎飘向了别处，那张林家绝密的药方以及他可能带来的麻烦。何梦玉推开别墅门，看到白汉生、谢飞雄、范廷龙站成一排，顿时愣住。谢飞雄上前一步。何小姐，何梦玉吓得连忙回礼。你好。谢飞雄知道何梦玉只是和贺平阳合租，虽然不是恋人，但也是不错的朋友。何小姐是要出门吗？我派个人送你。啊，不，我自己就行了，拜拜。何梦玉快步跑开。白汉生3人淡淡一笑。片刻后，贺平阳出房间，看到这阵仗，挑眉。我去，你们跑这等着来了。这样更安全。白汉生指向范廷龙。这是范廷龙，上刚好，今天我就让他也过来了。贺先生，恢复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范廷龙身材精瘦挺拔，和身材威猛的谢飞雄比起来，简直是小鸡子。那走吧。贺平阳、白汉生、谢飞雄、范廷龙上车，车队行驶至一路口，忽然一脚刹车停在了原地。一群健步团的老人霸占路口中央。王姐，这宽敞，就在这整一下队形吧。可以，就在这儿吧。2个老人举手拦车，他们走向最前方的车，让贺平阳他们后退。白汉生与贺平阳下车查看，白汉生皱眉，对前车小弟挥手示意忍耐。前车小弟点头，装作没看见健步团。哎，
听不懂啊，让你后退，快点！小弟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一时间竟然分不清谁是流氓。我都没惹你了，你还找我事呢？这车你不认识吗？好几辆，就不动动脑子？你骂谁呢？你骂谁呢？哎呀，搭理他们干嘛呀？直接给他车上踩过去！王姐率先动身，踩在黑色轿车机盖上。小弟看向贺平阳的车，谢飞雄对小弟做了个手势，小弟冷笑，拨打了电话。你们啊，是真没见过流氓。王姐不以为意，继续踩车。不一会，2辆摩托车从街道窜出。哎嘿，滚！赶紧滚开！老张堵在摩托车路径上，准备拦车。摩托车停下，车上青年下车，给了老张一巴掌。我去你的吧！一个气球朝王姐飞来，突然在她头顶炸开，润滑油淋满她全身。整个过程不到30秒，摩托车潇洒离去。有位胖司机在路边停车，拿手机拍照，表演的不错，来给鼓鼓掌。不一会，刑事执法队的车抵达。何队长站在远处阴凉下，看着地上的油。队长，问清楚了，是夕阳红暴走团故意堵路，被一群鬼火少年用油泼了。交通队已经封锁路段，先疏通车流，事不大，有人整他们。短时间能调来这么多人和油，不是偶然，他们得罪人了。那他们怎么办？油太滑，我们进去也乱套，影响不好。行啊，通知消防。通知什么消防？给环卫打电话，叫洒水车。好嘞。何队长四下张望，他径直走向路口对面的红色轿车。白先生，何队长吧，你也堵车？白先生，是不是这群人得罪你了？哎，何队长，可别血口喷人啊！我跟这事儿可没关系，我看着是那辆黑色车有问题。好嘞。你好，你来的正好啊，执法官，我正要报警呢，我车被人砸了。谁砸的？行车记录全拍下来了，一个不落，都在那儿呢。何队长看着手机视频，画面显示王姐嚣张地从车顶踩过，他眉头紧锁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踩车的赔修车费另外，告他们聚众寻衅滋事，全进去蹲2礼拜。合理。何队长走到暴走团面前，谁是负责人？你们怎么才来啊？早干嘛去了？就是还不抓人，把那些骑摩托的抓回来！我告诉你们，聚众闹事，堵塞交通，你们还有理了？谁是管事的？出来！我是。刚才是你指挥人踩的那辆车？那破车不识好歹，叫他退，他不退，我不踩他踩谁？他正常行驶，为什么倒车？他挡了我们地方，我们整队需要空地。这是马路，十字路口，你这是故意阻碍交通安全，还敢踩车，蓄意破坏财物，聚众闹事，这是犯罪。现在人家要赔偿。行，我出，没酒钱，1毫够了吧？1毫？你不认识那是什么车？杂牌车吧？那标我没见过。你踩的那是豪车，看损坏程度，至少赔5毛。5毛钱？你开玩笑的吧？你看我像开玩笑吗？哎呦，可活不了了，我没这么多钱，不行，我得叫我儿子来。我儿子是公司经理，等他来了，看你们还敢欺负我。我真心劝你别叫，乖乖赔钱，进去蹲2周，我保证你们后顾无忧。把你儿子叫来，你会害了他。你说什么？还想让我们蹲着？凭什么？就是赔钱就是了，我也叫我儿子来。说了不听是吧？动动你们的脑子，看看眼下什么情况，叫你们孩子来，后悔都来不及。王姐把电话放在耳边。行，那你们打吧。平台是某十字路口，地面已清理，陆续有子女赶来。一位西装男边打电话边不耐烦地走来：“儿子，儿子在这儿呢。”西装男挂断电话，皱眉环顾，看到何队长，神色惊慌。执法官您好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儿子，你得给妈撑腰，他们欺负我们，还有飞车党扔润滑油，他要把我们都抓进去，还要赔钱。队长，我妈就是锻炼身体，占点车道，不用罚这么重吧？赔点钱算了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别较劲儿了。住口！都听清楚了，健步团蓄意堵塞交通，聚众踩踏轿车，致人财产严重损失，我以法外开恩，条件是赔偿损失，拘留14天。妈，这是公路，你在这整队，你咋了？王姐儿子颤抖着上前。何队长他们到底得罪了谁？白汉生。西装男如遭软箭，头部眩晕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低血糖了？让你在家打牌，非要搞暴走团，还上马路。现在好了，你害死我了。工作完了，生活完了，你满意了？王姐吓呆，她走向何队长。我伏法，我们赔钱，蹲14天，行不行？就当我儿子没来过，行不行？你在这买菜呢？我求您了，何队长，我给你跪下，别连累我儿子。你打电话叫他来时，就已经无法挽回了，是你亲手毁了这个家。警笛声由远及近，暴走团被押上警车。东海市一餐厅外，何先生，这次顶尖豪车有森林之子神谕者，还有国产的平凡之路，您对哪辆感兴趣？平凡之路全国好像就5辆，您看上这辆了？都买。一片寂静，谢飞雄和范廷龙屏住呼吸。都买，这几辆都是数十元级别，森林之子更是超100元。速战速决，买完就走。霍先生回去的时候，我能开那辆森林之子吗？以前见过，没碰过。
行啊，你挑。太好了，贺先生，有件事，有话就说。贺先生不喜欢婆婆妈妈。如果贺先生想尽量低调，我们可以不必在展会露面，直接后台交易。东海是孙家地，我没有过节，谨防他们煽风点火。好主意。认识主办方吗？主办方是东海龙家，天池广场最大股东是龙家二小姐龙如瑶，车是她从国外弄来的。能弄到这些车，这二小姐不简单。胆子是大，总价她可担不起，风险极高。我认识她身边的人，这就联系。龙如瑶工作室内，龙如瑶正在接电话，她眉头紧锁。翅膀硬了，这么大的事不跟我说，我给你放松的太过了。爸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你知道个屁！在李王两家的压力下，东海谁敢买你的车，一辆都卖不出去，丢的是龙家的脸。就因为在紧要关头，我才要铤而走险。女儿，爸知道你想帮我扳回一局，但你这次确实冒进了，以后有事必须先沟通。知道了，爸。不愧是我龙天成的女儿，够胆！按你计划做，爸会看着补救，放手去做吧。白汉生挂断电话，走向贺平阳。贺先生，联系上了，龙二小姐那边好像正需要排解忧愁，那就替她排解一下。龙如瑶工作室内，龙如瑶坐在办公桌后，神色略显疲惫。阿华推门进入。小姐，说展会半小时后开始，您是否需要露面？再说，有人问过那几辆车吗？暂时没有。出去吧。如果有人找我，别全挡。真有买车意向的，告诉我。是。阿华退出，关上门，在门外停下。他思索片刻，露出笑容，拿出手机走到远处。陈公子，阿华，有好事，想见我们小姐吗？现在有机会，还能深入交流。哦，天池广场车展知道吧？废话，就在商场，对他绝对诚心。来后台，我引荐，买下一辆车，起码能交个朋友。好，等我。阿华收起手机，得意一笑，走向接待室。接待室内，女助理正与贺平阳他们交谈。华哥，这几位找二小姐，阿丽介绍的。阿华皱眉，什么事？贺平阳淡淡一笑，买车。阿华态度转变，阿丽的朋友呀，二小姐刚出去，马上回来。几位里面请，稍坐。有劳了。阿华引私人进入内部休息区。几位稍坐，小姐回来，我立刻通知。谢谢。我先下去。阿华转身离去，嘴角露出冷笑。茶水间内，四人未坐。这个阿华不太老实，怎么了？他听到阿丽时皱了眉，关系恐怕不好，不请我们底细，就引到熟人待的茶水间不规矩。我靠了，我找他去。贺平阳抬手制止，阿丽不是正过来，别让人难做。众人无奈。接待室内，陈聪走进来。陈公子，阿华，小姐在里面，我们直接进去。行啊，我说你怎么主动找我？车卖不出去，你们小姐这关不好过吧？陈公子敏锐，别忘了我就行。放心，带路，让我去给你们小姐排忧解难。阿华，陈聪走向办公室，阿华在门外敲门。谁？小姐，陈公子求见，想问买车的事。进来。陈聪，坐吧。如瑶，别这么冷嘛，我今天可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。帮我买车啊？今天没我你一台都卖不出去。龙如瑶神情严肃，阿华脸色一僵。看上哪辆了？野兽，适合我。阿华，准备合同，待陈公子转账。等等，这就转账？条件呢？什么条件？我买下车，你陪我喝酒，就我俩，在我家。陈聪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别装，你压力多大自己清楚。我买这车也是顶着压力，我肯当这冤大头是看在对你的情分上。龙如瑶沉默不答应，那我保证展会之后你们家危机会更大。喝酒不可能，高档餐厅吃顿饭可以。一顿饭打发我，想让我出血就拿你自己来换。敲门声响起，谁？阿丽。进来。阿丽快步进入，到龙如瑶身边耳语。龙如瑶眼睛一亮，立刻起身向外。哎，你去哪？阿华拉住陈聪，陈公子放心，小姐马上回来。茶水间内，阿丽慌张推门而入。白先生，久等了，实在抱歉。没事，茶水还行。小姐马上到。龙如瑶大步走入茶水间，目光扫视贺平阳四人。白先生，小姐，这位是白汉生先生。白先生，这是我家小姐龙如瑶。龙小姐好。白先生，龙小姐，这位是我们贺少爷。龙如瑶目光转向贺平阳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龙小姐，坐吧。不知贺少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？贺平阳微笑，买车。我办车展，买车当然欢迎。车展马上开始，我可以为贺少安排一个离讲解员最近的位置。贺平阳摇头，我对这几辆车简单了解过了，觉得还不错，想问一问龙小姐，这几辆车订出去没有？如果没有，我想全要。屋内瞬间安静，阿丽震惊地看向白汉生，龙如瑶愣住，你说什么？这6辆车我想都要，如果你的车还没订出去的话，没订。
但是你一个人全要，这几辆车的总价值超过600块。贺平阳从钱包中抽出金红大钞，轻轻放在桌上。龙如瑶目光锁定钞票，片刻。阿丽，去拿合同和钥匙。贺公子真是爽快，一场车展能引来您这样的大财主，天池广场蓬荜生辉。能认识龙小姐也是贺某的荣幸。龙小姐公事繁忙，我一个闲人就不多叨扰了，告辞。贺平阳起身欲走。对了，贺公子，我想拜托你件事。贺平阳停下，疑惑地看着他，能不能拜托贺公子现在先不要取车，展会马上开始，待展会开始之后1个小时，您再把车当场取走。贺平阳微微颔首，可以。好，我先安排贺公子到3楼的 VIP 厅，我稍后就到。好。你是怎么认识白汉生的？白汉生在地面上是公宴的老板，您之前让我去联系云台的红枫药厂，他们就把我安排在公宴。当时白汉生也在。看来白汉生也是近期才认识的贺公子。这贺公子恐怕是个空降的神仙，绝对是有飞敌，不可怠慢。不过他们怎么会在茶水间？阿丽面色一冷。其实他们已经到了很久了，是阿华把他们支到了茶水间，说是去找您了。什么？阿华根本没跟您提这件事，陈聪也才刚到不久，说明他是先把贺公子他们晾在茶水间，又领着陈聪进去的。我要去打个电话，办公室里不用管了，晾着他们吧。我一会儿会联系龙家祠堂，让他们来把阿华弄走。是。龙如瑶转身离开，阿丽站在原地，面露凝重。怎么回事？我去看看。阿华走出办公室，寻找不见龙如瑶踪影，返回办公室，尝试联系龙如瑶，发现被删除联系方式。他面色发白，抠索踏马什么呢？来了没有啊？我也不知道小姐去哪了。商场广播响起，宣布车展开始，人声鼎沸。陈聪猛地站起，意识到被耍。踏马的！陈聪将纸杯狠狠摔在地上，带人愤怒离去。阿华的手机响起信息提示，他点开，看到龙家祠堂4个字，满脸恐惧。贺公子久等了。没事。怎么样？这里视野还可以吗？视野很不错。龙小姐这展会的号召力相当强大，宣传做得到位罢了。估计贺公子一下开走6辆车，还会引起更大的轰动。贺平阳不语，龙如瑶略显紧张，等待贺平阳询问东海局势。贺平阳沉吟片刻，那个龙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电竞太空椅是什么牌子的？龙如瑶怔住，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这是什么牌子？花枝，我朋友做的。我定做的。贺平阳眼睛放光，我能试试吗？龙如瑶笑容甜美，当然。哇，有悬浮感！龙如瑶兴奋地脱口而出，还能旋转呢，牛吧！真特么牛！白汉生和阿丽在远处严肃交谈，见状同时愣住，互看一眼，露出尴尬神色。龙如瑶双眼放光，你喜欢玩什么游戏？惩戒妹，惩戒之刃。龙如瑶兴奋地拍手，组队啊！阿丽，把备用椅拿来。龙如瑶坐上椅子，与贺平阳组队开黑，完全忘了其他事。白汉生则继续与阿丽低声交谈两世局势。贺平阳对家族争斗毫无兴趣，他此行的目的只是完成有钱后的计划书，消费与享乐。而展会另一边，正暗流涌动，开展半小时，一辆没卖出，龙大小姐这下难收场了。不只是面子问题，李家和王家放话了，谁买谁就是跟他们作对，顶尖家族，谁敢出手？两家联合是要彻底摁死龙家。哟，陈少刚才去干嘛了？错过你女神的开展盛况了，不去捧个场？拉屎！陈聪扫视展台，语气转冷。什么女神？我宣布，陈家也一样，谁买龙如瑶的车，就是陈家的死敌。把话放出去。众人面露鄙夷，陈聪行为虽像小丑，但立场明确。骆少剑没坑到他，不再说话。骆少剑没坑到他，不再说话。强哥，1小时到了，走，提车！你们开上高速回家，我开森林之子等白总。放心，车卖不出去，下午收展，我找机会放你们进来吗？那辆最漂亮，我得第一个摸。姐夫，我能开一圈吗？阿珍母亲打了弟弟下。废话，你姐夫管车的，还能不让你开？他讨好的看着小卢，呵呵，到时再说。阿强，你这废物追到这来了。阿强无视他，盯着阿珍。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阿珍挽住小卢胳膊。我过得很好，卢哥是我男朋友。我当初为了你才出去混。闭嘴，少拿我女儿当借口，你就是个不上台面的马仔，离我们远点，不然卢哥饶不了你。阿强看向小卢，又看看阿珍不耐烦的眼神，心灰意冷。我明白了，阿珍，祝你幸福。肯定比你幸福。阿强点头，就要进入展台，小卢大喊：你干什么？警报一响，执法队马上到。车我们已经买了，来，开走。放屁，你买得起，装什么人？滚！你这样只会让我更讨厌你。阿强怒意上涌，推开人走向豪车，按警报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想抢车。阿强举起智能钥匙，车是我们买的，不信找龙小姐核对。经理看向钥匙，讲解员快步走到经理身边，低声耳语。经理脸色骤变，误会，各位可以取车了。钥匙是偷的，他是混混，
废物！阿强按下钥匙，车门升起，阿强坐进驾驶座。阿珍母亲发出尖叫：他怎么能？这车肯定不是他的！闭嘴！是不是偷的？我们不清楚。执法队员开始疏散人群，为车辆让出通道。6辆跑车同时启动，引擎轰鸣声响彻商场。阿珍站在人群中，看着阿强驾车离去，表情复杂。陈聪站在不远处，脸色铁青。骆少走到他身边，大笑：陈少，话刚放出去，人家就买了6辆，这脸打得响亮啊！查，给我查清楚是哪个杂碎。是。骆少冷笑摇头，转身离开。要找到了，但牛黄和陈皮量太少，我来解决。贺平阳拨通龙如瑶电话，怎么刚走就想我了？说完脸色一红，一旁的阿丽低头假装没听见。想让你提高点技术，你技术很好吗？一起提升啊！阿丽捂住耳朵，说正事，你们龙家做药有没有百年陈皮和上品牛黄？我要各5斤。才5斤，库里就有，我送你。别，我要的量不止这些，给个友情价就行。你要那么多要干什么？炼仙丹啊！贺平阳点头，对。龙如瑶微笑，下午送到云台市。挂断电话，龙如瑶看向阿丽，阿丽立刻转头。龙如瑶欠您个人情，您今天买车，等于帮龙家挡了李王2家的压力，无意间得罪人了。是，所以他以身相许都不冤。贺平阳摇头，任其发展吧。贺平阳灰头土脸的捣药熬煮，多次失败后，他盯着锅里糊掉的药材，皱眉，时钟指向晚上11点。贺平阳捧着一颗黑色药丸，双眼放光，1000多万，就这。将药丸扔进嘴里，苦的皱眉，抓起可乐猛灌。他坐到床上，闭眼感受，不一会肚子发出咕噜声，接连几个屁后，贺平阳脸色一变，猛地跳下床，冲向厕所。赌徒不值得同情。一次看似普通的购车，将贺平阳卷入东海市家族的暗流，而那颗价值1000万的药丸带来的第一份惊喜似乎不太美妙。命运的齿轮在轰鸣的引擎和苦涩的药味中悄然转动。贺平阳从卫生间虚弱地走出，脸色苍白虚脱地瘫倒在床上，瞬间陷入沉睡。贺平阳醒来，神情舒展，他暂曾感受力量，眼神逐渐发亮。力量没长，但感觉变了。他跳下床，开始训练扛柜子、深蹲，动作迅猛，汗水淋漓。约2小时后，他力竭停下，擦汗，看向一旁的草药，微笑。值了。贺平阳的车停在路边，何梦玉小跑过来，俯身车窗前。大地主，怎么来接我了？上车再说。何梦玉坐上副驾，车驶离。贺平阳与何梦玉走在商场内，何梦玉突然停下，我想去卫生间，你先去那家转转。何梦玉小跑离开，贺平阳正要往前走，一个精瘦黑脸中年男子快步靠近。贺先生。贺平阳回头，你是？我在范老大手下，这吴北商城上面6层都是咱们承包的。贺平阳挑眉，行，你去忙吧，我自己转转。您在哪家店买东西都不用给钱，大件我们直接送回去。您得给我们一个表现的机会，不然我没法跟范老大交代。贺平阳略沉吟，行吧。卫生间方向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，贺平阳与男子对视一眼，快步走去。不就是看一眼吗？他一个小孩怕什么？大惊小怪。他是个小男孩啊，他故意趴那看。嘿，他才9岁，谁看你呀？照照镜子，自己什么德行？何梦玉上前一步，声音清晰。我刚才一进去，他就一个隔间一个隔间拉开看，看见这位美女如厕，他蹲在门口笑呵呵的看，这是猥亵。人群哗然，男孩突然哇的大哭，泼妇暴怒，指着何梦玉道歉，你给我儿子道歉。凭什么？他就是个小孩，他能承担法律责任吗？你凭什么这么严厉？道歉，该道歉的是你。泼妇拿出手机拨打电话，老公，来厕所，你儿子被人欺负了。挂电话，指着何梦玉，今天不道歉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被堵在卫生间的其他女孩也出声指责，泼妇充耳不闻。此时，一个光头纹身男挤进人群，怎么了？这俩比说你儿子偷看他们，把他骂哭了，让他们道歉。光头男看向何梦玉，咋了？看你们了啊！女孩吓得流泪，不敢说话。光头男问向儿子，你看他俩了吗？没有，我儿子没看，道歉。对不起，主要是这个，就他叫的最欢。光头男抬起眼皮，盯着何梦玉，眼神凶狠。贺平阳在人群外围静静看着，范廷龙手下站在他身侧。商场卫生间外走廊，人群围观，气氛紧张。何梦玉与花臂男、泼妇对峙，泼妇的儿子在一旁哭闹，人群低声议论。唉，这世道，2个小姑娘人怎么样？那男的一看就是混的。人群目光聚焦在何梦玉身上，等待她屈服。该道歉的是你们和你们的儿子，不是我。你敢动我一下，咱们就执法对剑。人群稍稍后退，泼妇和花臂男一愣。哈哈哈，你是让我给你道歉是吧？是。行，等着我给你道歉啊。花臂男拿出手机拨号。哎呀，不用吧，不用找虎哥他们了，别为这么个你再出了事。滚蛋！泼妇脸色难看，转向何梦玉，语气转为威胁和焦急。你赶紧道歉，求求他，不道歉你咋了？何梦玉不理睬，泼妇骂得越来越难听。贺平阳和黑瘦中年人站在原地，黑瘦中年人在打电话，贺平阳背着手笑看何梦玉。贺平阳冲何梦玉挤了挤眼睛，何梦玉怔住，眼神复杂，回忆闪回童年被忽视，病床上无人照料的屈辱。何梦玉眼睛突然红了，现在知道怕了，你这
花臂男顺着何梦玉目光看向贺平阳，你是她男朋友啊？啊，是。你是她男朋友，那你怎么不放个屁呢？滚过来道歉！我叫人了。是，看见了，我也叫了。呵呵呵哈哈哈。谁找事？花臂男上前耳语，指向何梦玉。好，这好办，给他拽进去，弄他。虎哥几人邪笑，但随即愣住，周围不知何时出现10几个壮小伙，并迅速从各处涌来，呼吸之间形成密集人墙，将卫生间区域水泄不通包围。向我道歉。对不起，姑奶奶，我们错了。对不起。你这就过瘾了。小树的砍，小孩得管，这种孩子不教育能行吗？我给过你们机会了。贺平阳对黑瘦中年人耳语几句，然后冲何梦玉歪头。何梦玉走过来，跟着贺平阳离去。贺平阳离开后，人墙重新聚拢，给他们一家子一点教训。几个小弟上前，对花臂一开的阿姨强行把我放回云顶中心吧，晚上还有课。有个事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给我打工？哈，你要雇我干嘛呀？我有一家娱乐公司，要打造一个偶像女团，诚邀何女士担任团长出道。两人四目相对半晌，我明星还是偶像女团出道？哎，对，就是要你这种自信自强的精气神，很好，我没开玩笑。可是我年龄大了，人家韩国女团都是16、17岁。有自知之明就好，我给你少开点工资就行了嘛。放心，霸王合同好好剥削你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带我去见见其他团员吧。没有团员，这是你的工作，你帮我物色一批，手把手教他们跳舞，我只负责出钱。难不倒我，有一个地方好苗子多的是，个个都能把男人迷得5迷3道的。哪？嘿嘿，开你的车吧。贺平阳与何梦玉刚回到家，王慧雅在厨房忙碌，王慧瑶趴在2楼栏杆上。你们俩不会是去约会了吧？小屁孩，别乱说，我帮他去挑训练设备了。快收拾一下，准备吃饭啦。我们还没正式感谢你收留我们呢，特地做了点菜，用的还都是你的东西。就拿这个报答呀？你这身子是干嘛的？王慧瑶憋笑，王慧雅脸色通红。就是一顿可不够，多做几顿吧。真的啊？你喜欢吃，我以后天天做给你吃。何梦玉抿了抿嘴，气氛微妙的尴尬了片刻。你工作怎么样了？上一家离职了，得赶紧再找个活。正好给我打工，我要开个娱乐公司，你给我当秘书。我哪会当秘书啊？学北，您老的公司合着还没成立呢？马上就有了。王秘书，公司主打偶像女团，小何是团长，你兼经纪人和秘书。我之前是房产经纪人，跟明星经纪人是2回事。姐，别辜负了贺哥的栽培。那好吧，明天先去问注册公司的事，找小鹿就行，那个卖别墅的销售，他懂这个。找他办，需要钱或我配合，随时打电话。王慧雅怔住，何梦玉与王慧瑶对视，会心一笑。贺平阳在打游戏，与龙如瑶语音。2辆飞车悄无声息停下，一名黑衣人下车。老板，我们到了。黑衣人得到行动命令，动手。突然，一辆车疾驰而来，停下。谢飞雄下车。对面的姓王还是姓李？黑衣人没有说话。上。一番打斗过后，谢飞雄为了保护小弟负伤，小弟将谢飞雄拖到车后。此时，林红秀从夜幕中急速掠至，黑衣人头顶一枪射击，林红秀挥刀磕飞1颗子弹，随后冲向黑衣人，刀锋划过其喉咙，黑衣人头领倒地身亡。谢飞雄等人惊呆，剩余的黑衣手下面如土色。站出来一个说话的，回去告诉派你们来的人，贺平阳不是他们能动的。再若敢犯，我杀光他们，带上他滚！林红秀走到谢飞雄身边，注视着他。不晕吗？还不赶紧去医院？谢谢。谢飞雄被扶上车，疾驰而去。林红秀纵身跃上别墅高墙，来到贺平阳卧室窗外，正准备进入，听到屋内声音：“嘿，怎么样？这实力，你就说硬不硬？”只听到龙如瑶调侃贺平阳，浑身上下就嘴硬。林红秀在窗外停。妈呀！林红秀冷眼看着他，我擦，大姐，你打个招呼啊！还有心思陪妹子打游戏，杀手进来可不会打招呼。什么意思？东海是李家派来的探子，我替你解决了上次的人情两清。你杀人了？具体情况问你的手下，他要是抢救不过来，问他小弟也行。什么？我知道你很急，但先别急，他们在医院了。林红秀自然地坐到床上，翘起2郎腿。我来是想请你帮个忙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暗中保护你。这交易听上去合理，实际上就是个屁。他现在需要仰仗我，就算没交易，也不会让我死。但不能说穿，什么事？明天唐小姨会来找你，听她的就行。他是你什么人？算是朋友吧。林红秀纵身跃出窗户，消失在夜幕中。贺平阳立刻拿出手机拨打电话。贺先生，老大，怎么回事？东海是李家的人想夜袭贺先生别墅，飞兄他们蹲到了，对方有枪。有枪？怎么脱身的？兄弟们说是守护贺先生的鼓舞者出手，把枪手杀了。白汉生震惊地看向贺平阳，李家死了的人弄干净了吗？您放心，全都处理干净了。我原本以为李王两家不会这么直接。飞兄他们看到对方拿的黑箱子是隐蔽监控设备，他们不是想动手，是想先监控你。既然动手了，我也必须反击了。白汉生、范廷龙围在谢飞雄病床前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真的
的是古武者？没错，是个女人。三人沉默，白汉生眼中闪过明雾。白汉生心中震撼，果然没料错，他和陆平川早就推断贺平阳来头不小，是尹氏豪门的公子。如今古武者现身，印证了他们的猜想。又见面了，老公，你扮上瘾了。今天是你配合我，我叫你当老公，你就要当，不然我就通知红袖姐姐跳你窗户。说正事，我要去参加宴会，需要个有牌面的老公。你的任务，扮演我老公。你是什么人？去干什么？和林红袖什么关系？不说清楚，露馅了怎么办？该告诉你的，一会儿全告诉你。开门，我进去换衣服。没门。那我在你车里换。哎。片刻后，唐小姨换好礼服下车。怎么样？衣服料子一般，好像还起球。这不是起球，不过衣服确实有点刺。本小姐天生丽质，镇得住。走吧，我给你弄2身好衣服。真的，老公，你真好。是你让林红袖找我的。哎呀，说漏了。宴会是在野外办，前面就到了。妈妈来了。一群小孩从胡同鱼贯而出，围着唐小姨喊妈。贺平阳看着被孩子们包围的唐小姨，心中震撼：你属母猪的这么能手。胡同口，贺平阳和唐小姨站在车旁，一群孩子嬉闹着跑过。一位慈祥的老爷爷用拐杖敲打石头，发出清脆响声。孩子们像听到指令般跑回他身边。一位驼背的老太太从胡同走出，慈祥地冲唐小姨挥手。唐小姨深吸一口气，整理衣服，走到贺平阳面前，眼神带着乞求和撒娇。贺平阳长叹一声，两人走向老人。这些小孩都是你的孩子？是啊，我给你也生一个，好不好？唐小姨冲贺平阳调皮地挤了挤眼睛。贺平阳就知道他嘴里没有实话，一时无语。红娘，林伯，怎么样？我老公帅不帅？哎呦，好，好看，真板正啊，这小伙子。不光板正，还有钱呢。看那车没有？林肯神谕者限量版，整个齐川省也找不着一辆，我们家就是买着玩的。唐小姨得意地扬起小脑袋，右手叉着腰，可把她牛比坏了。贺平阳则是心中一动，他开车出来时媒体品牌型号，唐小姨却表现得极度震惊夸赞，让他虚荣心颇为受用。后来发现他不仅一口道出车是齐川省唯一一辆，那他之前那表现完全就是装的啊！这女人到底骗了自己多少道工序？太可怕了！张无忌他老娘诚不欺我，大爷大娘你们好。好，快进屋坐。快进屋坐。同家屋内前后2套正房，8间卧室，客厅也摆着铁床，杂物极多，仅留通道，墙皮脱落一半。屋子里实在是太乱了，还没来得及收拾。你看看，这哪是待客的样子啊！林伯赶忙收拾出一套像样的凳子，贺平阳自然受宠若惊，让老两口别忙活了。他们俩则是分头去买酒菜，因为现做已经是来不及了。等屋子里只剩2人的时候，贺平阳面色一沉，唐小姨似乎也早料到如此，小脸挂上一阵委屈。好哥哥，我知道骗你是我不对吗？但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呀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立刻就可以走？唐小姨顿时得意一笑，你不会的，而且你大概也猜到是什么事了，所以你不会不管的。哪怕你为了跟我置气而离开，等我走后，你还是会回来搞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到时还是会帮他们的。贺平阳深吸一口气，恨得牙痒痒，但还真让这个唐小姨说对了。你很聪明，但并不代表你可以骗我。如果你一开始和我说实话，我未必不会帮你，但如果硬来，你可以试试我的心狠不狠。这话说完，唐小姨像是被训的孩子一样，委屈的瘪了瘪小嘴。对不起嘛，我不知道你会那样做，我下次绝对不会骗你了。红娘和林伯真的好可怜，他们收养了很多孩子，一辈子都搭进去了，但现在他们已经老得不行了，已经干不动了。如果孩子们看着他们老两口离开，他们怎么办呢？我想帮他们分担一点，但是他们不肯撒手，觉得会给我带来很沉重的负担，所以我告诉他们，我有个很有钱的老公，一定能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。可他们不信，我只能请你来了。唐小姨说到最后，用无比哀怨的眼神看着贺平阳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虽然知道他少不了又有演戏的成分，但贺平阳也感受到了唐小姨的无奈。你想怎么做？我已经想到了一个方法，只需要1.5块的启动资金，我会建一个福利院，后续的事情和钱我都想好办法了。1.5块够吗？够了。唐小姨小鸡啄米，够了。贺平阳没好气学着他的样子翻着白眼，顿时惹得唐小姨娇笑着扑在他身上。贺平阳不得不承认，虽然有时候唐小姨会伪装骗人，但他却十分清楚什么样子会让男人舒服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吆喝声，紧接着就是4个身穿黑色统一制服的人走了进来。哎，户主呢？出来！恰好此时童大娘也迈着焦急的小碎步从门外赶了回来。哎，这呢？你们是这家的户主啊？啊，是。记一下4大乱建，给他们开个罚款单。走吧，下一家。他这话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林伯二老听见。说完便转身准备离开。哎呦，领导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罚什么款啊？谁教你们这么盖房子的呀？啊，这是违建，你们这是违法。这是我们自己的宅基地啊，我们也没妨碍到别人，怎么会违法呢？废话，什么你的宅基地？所有的地
都是公家所有，这你不懂吗？你们只是有一段时间的使用权，不是拥有权，不是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的。准备交罚款吧，这种程度至少罚你们2毛钱。哎呦，我们可没有这么多钱啊！你们就是把我们这房子卖了，它也不值2毛钱啊！童大娘都快哭出来了，这宅基地都不值2毛钱。不想交钱，那就把土地交还回来，罚款就免了啊！林伯就感觉眼前一黑，这房子是他们老俩最后的依托了，要是连这处宅子都没了，那孩子们就更没有去处。这可是法外开恩，念你们上了点年纪，否则的话必须是得罚钱，没准还得去坐牢。现在让你们把宅基地交回来，我们还得花钱来拆除违建，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瘦高个不耐烦地说道：“那可千万不能让你们为难啊！”一直在门里的唐小姨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，贺平阳也是慢悠悠地跟了出来，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这几个人都是一怔，打量着唐小姨，看唐小姨衣着光鲜，不像是住在这种地方的。你是干嘛的？那得先问问你们是干嘛的。这是我们拆迁办的钱主任，今天特地亲自来下面视察。钱主任是吧？我们这房子建的违法了吗？没错，不过现在只需要你们把宅基地交出来就行了。别呀，我爸妈忙活了一辈子，就这么点家当，不就是罚款吗？我替他们交就行了。林伯和童大娘都是一脸懵，被唐小姨这一句爸妈给弄糊涂了。你要交罚款，这罚款可是2毛钱。是啊，我上一单生意赚大发了，现在啥都没有，光剩钱了。就想保留这一处老宅子，所以先交罚款吧。唐小姨叹了口气，似乎钱多到她苦恼了。瘦高个一脸懵逼，看向了钱主任，钱主任给了他一个眼神，微微点了点头。瘦高个才说：“大行啊，那你就先交罚款吧。把卡号给我，直接给你们打过去吧，方便。”瘦高个一愣，本以为对方收罚款是要交工，没想到要转账。钱主任清嗓子，转身从内裤兜掏出一张卡递给瘦高个。瘦高个使劲抿着嘴，忍着嫌弃，把卡拿给唐小姨：“老公，扫钱。”好嘞。至多宝到账20万丝。罚款呢虽然交了，但是违建还是不能提倡，你们尽快想办法拆除一下吧，听到没有？瘦高个应付了2句，准备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2辆执法车却迎头堵在了胡同口。陆科带人下车，看到为首之人，钱主任脸色顿时一变。哎呦，陆科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姓陆的却是冷眼看了看钱主任。怎么，我还想问钱主任怎么会亲自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不好好在办公室里坐着？哎呀，这不是为了区里的项目吗？我老坐着也该动动，就下来看看。我看钱主任是无风不动啊。兴盛地产刚招拍了这块地，他们不来管拆迁，反倒是钱主任跑前跑后。钱主任吃得挺饱啊。钱主任脸色一阵青红，这明显是指他吃了兴盛的好处，言外之意也可以理解为他吃饱了撑的。这时，唐小姨溜溜达达的走了过来，见到唐小姨，姓陆的也不禁露出了一丝谄笑。唐小姐，陆科，该是你干活的时候了，你不是专管他们这些臭苍蝇吗？就在刚才，这个所谓的钱主任徇私枉法，滥用职权，从我这儿要走了2毛钱，咱一介女流也不敢得罪人家，只得乖乖的交了。此时的钱主任才突然双目圆睁，好像意识到了什么。他冷汗慢慢渗了出来，看了一眼唐小姨，发现此时的唐小姨哪还有刚才乖乖交钱时候的冤大头样，一脸奸计得逞的得意之色。唐小姐放心，我们一向秉公办事，徇私枉法的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但此时钱主任已经把手机拿出兜来，解锁之后偷偷的递给了瘦高个。瘦高个借着几人身体掩护，快速的在手机上发送起了信息，而钱主任也逐渐冷静下来。他看了一眼唐小姨，冷声警告道：“这位女士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！你这样说可是要毁了我前程的。万一你要是胡说八道，让我抓你个诽谤诬陷，那很可能是家破人亡的下场。”言外之意，我的身份不一般，敢搞我一定会报复你。建议啊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，不仅滥用职权榨取钱财，竟然还敢当着我的面威胁老百姓，你还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？陆科，说话要讲证据，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了。而且我需要提醒你一句，我来这可不是我自己的意思，是我们城局的意思。听到城局俩字，这陆科顿时脸色一僵。钱主任又语气缓和了一些，冲他使了个眼色。陆科，咱们可是一回事，你可不能听风就是雨啊。他的话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但是陆科此时心里也是万分纠结。我特么有黑材料在这女人的手里啊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？你有没有违法违纪？我们一查就清楚了。我相信你的卡应该有交易记录吧？陆科说完，他身后的一个大汉顿时上前一步：“倩燕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尽管钱主任已经安排好了救援，但是听到这句话还是心中莫名一颤。姓陆的，看起来你是要跟我较劲到底了。陆科听到这话，冷声问道：“怎么，你不配合？我没法配合，让城局配合你吧。”这时候不远处还真开过来一
一辆车，他们的办公大楼离这里并不远。从副驾驶走下来一个满脸寒霜的中年人，见到此人，钱主任顿时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如蒙大赦。陆柯却是如见鬼魅，脸色瞬间就变得铁青。程局，钱主任一脸谄媚的迎了上去，却被程局一个眼神制止了。他赶忙住口。怎么，陆柯对我的人有什么意见吗？陆柯此时已经被吓得身体僵硬了，脸上皮笑肉不笑，心里却是无比震撼。他原本以为钱主任刚才只是在扯大气，怎么会想到居然是真的？糟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唐小姨那边只能自己回头再解释了，自己是万万不可能得罪程局的。程局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接到举报过来看看，我看钱主任奉公守法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哦，陆柯还真是敬业啊。程局不阴不阳的说道：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。那既然没事了，陆柯就快点回去忙吧，你这岗位可是很重要啊，千万不能丢了。程局轻哼一声，言语中带着浓浓的威胁意味。啊，是。陆柯说完，狼狈的带着人钻进了车里离开。见到他被吓跑了，唐小姨顿时柳眉紧皱，没好气的看着这个所谓的程局，看起来今天自己又要栽了。最近真是背，上次自己玩砸了，被人砍成了重伤，这次不是办正经事，搞一个小小的主任，没想到竟然能惊动这种巨头。果然，陆柯等人离开之后，这程局便转向钱主任冷声质问：有人举报你？钱主任赶忙上前，小声的把事情全都说了一遍。你是陆柯什么人？我是他妈，生了个怂货儿子，我认了。钱主任身边跟的那几个人差点没笑出声来。哼，你很油嘴滑舌啊，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？程局一旁的秘书不由得缩了缩脖子，最近程局可是非常不顺，经常发脾气，没想到让这个女孩赶上了。我没什么错误，我们自己宅基地盖房子，他来收罚款，很明显就是收了兴盛的好处，利用职权来徇私枉法，免费拆迁的，欺负老两口惹不起你们，想强夺房产罢了。怎么，这事儿你也有份对吗？程局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杀机，这女人显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，难道是谁派来对付自己的？该死，现在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敢骑在自己头上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程局脸上的肌肉动了几下，深吸一口气，跪下。此言一出，连身后钱主任等人都吓了一跳。你说什么？唐小姨也不由得怒从心头起。程局深吸一口气，扬起头闭着眼，淡淡的说道：你不很有钱吗？跪下，然后用1块钱来买你的命，还有身后这些人，每个人1块钱，买你们所有人的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气势汹汹的人来到近前，大声喊道：陈秘书，哟，程局也在啊，又是哪个不长眼的，需要我们动手啊？见到这些人出现，林伯和佟大娘早就吓得魂都没了。哎呦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么多人，小姨可是个好孩子，罚款也交了，你们怎么还……不等佟大娘说完，陈秘书已经跟大壮说明了情况，程局似乎也已经停止了思考，叹了口气，准备要让大壮动手。而就在此时，远处路口又开来辆车，领头的中年人有说有笑，而看到这群人，大壮和程局几乎是同时浑身俱震。程局一改刚才的不可一世，腰杆挺直，快步上前。哎呀，红区，您怎么到这来了？但他心里却是纳闷，红区怎么会到这里来？俗话说县官不如县管，这红区可正好是县管他们这几个部门的通天人物了，可谓一言定他们生死。被称为红区的中年人淡淡微笑着和程局握了握手。哦，程局也在这，心里却是在纳闷，陆平川不是要带自己来见见那个传说中的财神爷贺先生吗？怎么这姓程的竟然也消息灵通，先自己一步，真是晦气。而此时身后的大壮哪管什么红区绿区，他眼里根本没有这些人，而是战战兢兢的上前，十分恭敬的冲着白汉生鞠躬道：白先生嘛，有幸见到您，实在是我是飞熊老大组里的。站一边去。是。红区前边那位就是贺先生，我们过去见见吧。啊，好。地中海顿时双眼大亮，顺着陆平川的手往前看。贺先生。白汉生和陆平川异口同声的朝贺平阳微微躬身。哎呦，早就听闻贺先生年纪轻轻，一表人才，真是传闻不假呀。你就是红区吧？贺平阳笑了笑，他刚才打电话的时候，白汉生就说他和陆平川正在和这红区谈事情，问能不能来，贺平阳也就答应了，正好让他来管管自己的人。过奖。有机会的话，请贺先生务必赏脸一起坐坐。我们东城区这边的发展，可是还需要您这样的财神爷多多关注支持啊。一旁唐小姨小嘴已经默默地张成了 O 型。白汉生和陆平川，这可算是云台市黑白两路的顶流啦。哈哈，好说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晚就可以一起坐坐。我现在要先处理点事情。哦，贺先生有什么事情？有什么红母可以效劳的？贺平阳用下巴指了指程局，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程局。此时的程局突然抢步上前，在贺平阳开口之前说道：是这样，贺先生举报钱主任徇私舞弊，我也是过来。放你妈的屁！不是你
叫我过来打人的白老大就是这小子叫我过来，说要废了贺先生和他女这位美女，说让我逼问他们一些东西。我真不知道是贺先生，我要是知道，我早就打死这个狗东西。大壮都快气死了，要不是这个叫自己来，自己能遇见白先生吗？谢飞雄可是很不满他们当这种打手的，他就是赚个外快，还被白先生抓了现行，再不赶紧动手将功赎罪，还等什么？程局的恐惧彻底爆发，浑身发抖。论黑，白汉生就在这，自己什么都不是；论白，红区一只手就能捏死自己。